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猛地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房车内部。我迅速摸出手机看了眼时间，3025年5月20日上午9点整，我竟然重生了，回到了距离丧尸爆发的前3个小时。前世丧尸爆发当天，同父异母的妹妹孟清月联合未婚夫顾锦晨，用掺了安眠药的牛奶将我放倒，随后抢走我倾尽心血改装的房车，丢下我一人自生自灭。我在末世苦苦挣扎3年，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丧尸的攻击，而他们却开着我的房车吃喝不愁，过得相当滋润。此时房车就停在别墅的后花园，我从车上下来直奔屋内，刚走进客厅就看到其乐融融的一家4口有说有笑，看到我进来气氛瞬间有些凝固，4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，神情复杂。姐姐，我跟顾锦晨刚领完结婚证回来，你也来一起吃点喜糖。孟清月一脸得意地看向我，听到这话我暗暗磨牙。顾锦晨原本是我的未婚夫，是我喜欢整整一个青春的人，不知什么时候他俩竟搞在了一起，现在还有脸笑嘻嘻地说请我吃喜糖。我没有像前世一样和他们大吵大闹，当务之急是开走房车，抓紧采购物资。之所以回到这里，只是为了带走我的踏雪。我将踏雪抱在怀里便往外走。走，一天天不着家，走了以后就别回来。孟汉远见我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心里冒出一团火。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再回来的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滚！我以后没有你这个女儿！孟汉元指着我离去的背影破口大骂，一旁的孟清月满脸得意，终于将孟石婉那个烦人精给轰出去了。从此以后，孟家的一切都是他的，财产是他的，男人也是他的。等我开车来到最近最大的商场，已经是上午9点28分，距离丧尸爆发还有2小时32分钟，时间紧迫。我推着小推车在超市内狂奔，引起不少员工侧目。我先到生鲜区，装了10斤羊肉、10斤牛腩、10斤猪肉、10斤鸡肉、10斤鱼虾。不是我不想多买点，奈何房车的冰箱冷藏室只能装下50斤肉。接着我又来到米粮区，装了10袋面粉、10桶油、50袋食用盐。最后我来到调料区，将货架上的都拿上一些，直至购物车被填满。我将购物车推到收银台，随后又重新推个空购物车，再次冲进超市。这一次我买了各种蔬菜和水果，还有一些生活用品。临走时又让服务员去仓库给我拉来35桶饮用水。来到收银区，采购的物资都已经扫描完毕，刷卡付款。这时一个男经理十分客气地对我说道：美女，请问要送到哪里？我让员工帮你送过去。我指了指外面道：门口有辆粉色的房车，麻烦你们了。很快，几名服务员同时忙碌起来，不断地往房车上搬东西。当一切安置妥当，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距离丧尸爆发还有1个小时。我快步进入一家药店，也不管是什么，货架上的药品被我扫荡一空。营业员在旁边看着欲言又止，最终忍不住开口：美女，我们有规定，不让一下买这么多药品的。我转头看了他一眼，开口道：我给你10倍的价格，我现在就要带走，能不能卖？不卖我去别家问问。营业员一脸震惊，脑袋不受控制的点着头：卖，美女您随便拿就是。我将几个装满的药筐放在玻璃柜上，随后掏出手机直接扫了50万，让营业员抓紧时间装袋。营业员看看几筐子的药品，10万都用不着，他当即麻溜地开始装袋子。从药店出来，我又去隔壁的服装店买了一些衣服，最后去宠物店给踏雪买了50斤的猫粮以及一些驱虫药。当我回到车上时，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58分，我将车门锁好，做好了迎接末世的准备。就在这时，房车外响起了刺耳的尖叫声，只见街道上一个变异的男性丧尸张着大嘴扑向一旁的女人，女人抽搐了2下，很快没了气息，可眨眼间又拖着残破血腥的身体扑向别的路人。街道上人们四散奔逃，尖叫声不断，整个城市乱作一团。我透过窗户冷冷地看着这一幕，在前世我也是被丧尸追击的一员。这是一个小伙子从超市冲出来，直奔房车而来。我认识他，是刚才帮我往车子上搬水的那个小伙子。他跑到房车旁，疯狂地拍打着车门，眼中好似看到了希望。房车内，我透过窗户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根本不为所动。小伙子一脸的难以置信，他想不明白我为何会见死不救。很快，数个丧尸从他的身后扑来，锋利的牙齿贪婪地啃食着他的身体。我转过身子，尽量避开那血腥的画面。在末世中，道德良善只会让人更快的丧命。我将踏雪抱在怀里，这也是我在乎的已经在身边了，其他人的死活与我无关。房车外，小伙子两眼发灰，已然变成了丧尸。他本能地继续拍打车门，将车门拍得砰砰作响。这种声响让我愈发的烦躁。我快步来到隔间，翻出一把公铲，随后打开了窗户，探出身子，朝着丧尸用尽全力的挥砍。扑哧一声，丧尸的脑袋应声落地。见状，我收回公铲，准备去卫生间冲血迹。突然脑海中响起一道机械音，叮咚，房车系统绑定，杀死1只丧尸，新手奖励，房车永久免疫一切伤害。任务：
提交一枚晶核，可扩展一立方空间。我震惊地瞪圆眼睛。难怪上辈子孟清月他们过得那么滋润，原来获得了房车系统。此时我的面前出现一个虚拟的房车内部透视图，上面显示着可扩展的地方。我顿时看傻眼了，因为但凡是个储物空间都能进行扩展，那以后岂不是可以收集很多很多的物资，简直就是行走的能源库啊！可在我想到扩展条件时，又有点笑不出了。一颗晶核才能扩展一立方，要知道在末世初期，杀掉100个丧尸都不一定会出一颗晶核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多扩展一立方就能多一立方的物资，对我来说就能多一重保障。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搞到晶核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街道上的丧尸越来越多，有丧尸被血腥味吸引过来，他们撞击着房车，试图将我拉出去吃掉。可这次我没听到任何声响，只要关上窗户，车内就会很安静。我兴奋起来，免疫一切伤害这么厉害的吗？还能隔绝杂音，那岂不是说我这个房车无坚不摧，堪称完美的堡垒？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情都好了。哼着小曲去卫生间冲洗工铲上的血迹，踏雪则蹲在茶几上歪着脑袋，瞪着懵懂的大眼睛打量着我。从卫生间出来，我摸了摸他的脑袋说道：“一会吃饱肚子咱们出去杀丧尸。”踏雪嫌弃的甩甩脑袋，有些生气，哼哼唧唧的呜呜着，声音超可爱。我来到橱柜前，给踏雪煮了几只刚刚在商场买的冰鲜大虾。踏雪看到好吃的立马跳了过来，瞪着圆溜溜的眼睛，满脸渴望。而我则一口炸鸡一口啤酒整了起来，幸福感简直爆棚。喵呜！一旁没吃到美食的踏雪发出抗议。5分钟后，我将煮好的大虾盛了出来，放到踏雪面前。踏雪嗷呜嗷呜地吃起来，发出幸福的呼噜声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一口烤羊肉，一口小啤酒，一口炸鸡排，一口冰镇饮料，十分惬意。房车外，大批的人群疯狂逃窜，他们身着同样的制服，应该是一起上班的同事。此时有个眼尖的透过车窗看到了房车内的情景，他惊得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。末世居然还有人能淡定地待在房车里面，看着电视，喝着啤酒，狂炫烤串。这人随即灵机一动，连忙大喊：“车，我们快去车上躲着！”一行人连忙往路边的停车场跑，结果他们还没跑到，就看到不远处一只穿着西装的丧尸一拳砸碎车窗玻璃，对着司机的脑袋上就是一口。几人心肝俱颤，车里也不安全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办？躲车里不行，要躲房子里，丧尸进不来。其中一人喊道。几人又往商场里跑，路过房车时，见我已经炫上小龙虾了，他们不禁开始怀疑，难道跟我不在同一个世界吗？吃饱喝足后，我发现房车周围好像没有丧尸围绕。按理说丧尸是根据人类的气味和动态，从而辨认方位进行攻击，难道房车还能隔绝气味？我半信半疑地打开沙发旁边的窗户，瞬间一个丧尸羞得扭过头，动作僵硬地朝我扑来。我吓得连忙将窗户关上，而那个丧尸好似失去目标一样，迷茫了片刻，继续寻找其他猎物。我懂了，关上门窗就能隔绝它的气味，一旦打开，依旧会被丧尸发现。现在是下午2点多，人们能躲的都躲起来了，来不及躲的现在都成了丧尸。我大概估算一下，街道上的丧尸有大几百只，还有很多在商场内游荡。若是都击杀掉，运气好的话能获得几颗晶核。刚才系统提示我的房车可以永久免疫一切伤害，那么撞击的伤害应该也可以免疫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中隐隐兴奋起来。既然丧尸杀不完，那就直接开车撞。我来到驾驶室启动车辆，下一秒我猛踩油门朝着丧尸撞了过去。但我也没有傻到往丧尸多的地方冲，而是围着边绕圈专找落单的丧尸撞。只要碾碎他们的头颅，丧尸就会彻底死亡。在车轮的碾压下，偌大的街道上变得血肉模糊。有些躲起来的人透过窗户看到下面的场景，只觉得头皮发麻。这是哪来的牛人啊？将丧尸当猴子耍？这车也太牛批了吧！撞了半天连个坑都没有。与此同时，商场内的丧尸听到动静也纷纷涌向街头，我也是丝毫不惧，开着房车猛烈地回击着一批又一批的丧尸群。20分钟后，街道上到处都是血红的车轮印子，以及各式各样的丧尸尸体。见周边的丧尸基本上都被我消灭的差不多了，我将车子缓缓停了下来，随后拿起工铲打开了车门。没错，我要出去寻找晶核。我握紧工铲，走在满是血污的街道上，不远处有还没死透的丧尸仍在蠕动。我像切西瓜似的将丧尸脑袋砍成2半，见没有晶核便立刻换下一个。躲在楼上的人本就被场面吓得头皮发麻，见我这操作头皮更麻了。竟是个女生，这动作也太残暴了，她怎么能这么淡定？我专注地寻找着晶核，期间若有丧尸冲来，我便挥下工铲砸烂其脑袋。击杀的动作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，只要不是丧尸潮，这种单独的丧尸并不能对我造成威胁。在我细致的搜寻下，共找到7枚晶核，收获还算不错。回到房车内，我迫不及待查看扩展空间，心念一动，房车透视图缓缓浮现，储物空间一目了然。但这7枚晶核该怎么分配成了问题。天气会慢慢进入极热，食物和水源是最重要的。
药品也不可或缺。到时房车内的空调会不停运转，供应发电机的汽油也不能少。在认真思考后，我决定先将存放药品的柜子扩展1立方空间。我点击透视图上标注的扩展字样，瞬间弹出一个选择数量的页面，一枚晶核可以扩展1立方米。请做出选择。我果断选择数量1，并轻触点击确认。这时机械音再次响起，恭喜扩展1立方空间，所有空间永久保鲜。我一脸的震惊，这意味着东西放再久都不坏。卧室里这功能堪称逆天。我立刻看向药品柜的位置，但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。我走过去打开药品柜的柜门，里面塞着满满当当的药品，也没有任何异常。我满脸的疑惑，当即询问道：系统，我的扩展空间呢？眨眼间，药柜旁竟凭空出现一块立体空间，很是科幻。我半信半疑地将药品摆放进去，这时我突然发现，空间内的药品竟然可以用意识控制摆放以及拿取。兴奋之余，我将剩余的晶核2枚扩展水箱，4枚扩展冰箱。一切完毕，我来到主驾驶，启动车辆，目标是寻找一家药店。10分钟后，一家药店映入我的眼帘，店门敞着，周边并没有丧尸。我将车贴着店门停稳，形成一个密闭空间，从而防止有丧尸进来。随后拿着公铲走进药店，在确定里面没有丧尸后，才放下心来。我拿起筐子来到标有常用药的药架前，来不及细看，快速的往里装。期间踏雪从房车跳了出来，可能是太无聊了，喵呜喵呜的叫着。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告诉他很快就好。踏雪蹭了蹭我的手臂，圆溜溜的眼睛眨巴眨巴，样子十分的可爱。在装满2筐子药品后，我决定先返回房车，看看还有多少空间。于是我喊了一声踏雪，示意他跟上。踏雪歪着脑袋，好似听懂一样，屁颠屁颠地追上我，跳上房车。我将药品塞进空间，加上之前的没想到，才用了1半的地方。于是我又返回拿取了一些耐存品以及增强免疫的药类。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趟，终于是将柜子塞满了。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，可我却一点不觉得累。期间我注意到药房隔壁是一家高端的户外用品店，我将车停到店前，发现卷帘门从内锁着，里面很可能有活人。我不想放过任何可以收集装备的机会，于是下车走到门前，狠狠拍了几下。开门，我拿些东西作为报酬，送你几条活下去的忠告。躲在里面的男人叫魏野，砰砰的敲门声差点没把他吓得半死。但听到我的话语后，他心动了，一番思索后拉开了卷帘门。我大步走进店内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然后开口道：第1条忠告，别随便开门，你放了人可能害死你。闻言，魏野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表情复杂且茫然。没等他开口，我再次询问：有防寒服吗？魏野点了点头，从货架中翻出来一套厚重的防寒服。在他递给我的时候，我并没有伸手去接，而是让他放在地上退后。魏野虽是疑惑，但还是照做。我蹲下来查看后确认没问题，便开口道：再拿一套，钱稍后转你。魏野没说什么，快步朝库房走去。此时我不由得暗叹，现在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末世的残酷，否则眼前这个男人最先思考的一定是怎么干掉我，抢走我的房车。很快他将第2套防寒服放在地上，然后不耐烦地质问道：第2条忠告呢？第2条忠告，找个食物多的地方耐心待着，等待救援。魏野眉头紧皱，这场灾难会持续很久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因为上一世到死我都没能等到灾难结束的那一天。我先将2套防寒服放在副驾的座位上，随后又拿了一些雨衣、徒步鞋、冲锋衣、防风裤之类的常用品，直到将沙发下面的储物柜完全塞满我才罢休。忙完后，我掏出手机给魏野转了10万，并忠告他：第3条，别信任何人，别释放善意，必要时抛掉道德观才能活。魏野看着我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，随后握紧拳头，快步跟了上来。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，我立马回头，并掏出了背在腰间的匕首。魏野见势正在原地，接着露出一副祈求的模样：求求你带我一起走，我能帮你搬东西，对抗丧尸。我看出了他的恳切，还有藏在眼底的求生欲，但这是末世，与其赌他会不会背叛，不如从一开始就断了所有可能。我迅速跳上车，关上了车门，随后一脚油门扬长而去。透过后视镜，只见魏野脸上的期待变成了恨意，拳头又重新握紧。此时天色已暗，但我还要去趟超市再囤一些物资。我将房车停在超市进货卸货的通道门口，观察了一下四周，确认安全，我便拿起公铲准备下车。这时踏雪竖起尾巴，慢悠悠地走了过来，好像是说要跟我一起出去。我抱起踏雪，将它放在沙发上，摸了摸他的脑袋，道：乖乖等我，外面危险。踏雪喵呜了一声，眨巴眨巴大眼睛，歪着小脑袋趴了下来。刚走进通道，就看到旁边停着一辆送方便面、零食之类的货车，不远处的地上还堆放着一箱箱的水果，应该是还没来得及送去仓库。我攥紧公铲，边向里面走边警惕周围的动静，以防有丧尸从角落里扑上来。这次目标很明确，肉类、
粮食、调料和纯净水我都要备上一些。好，一声恐怖的嘶吼从前方的拐角处传来，很快一只穿着超市工作制服的男丧尸朝我扑来，我闪身躲开，随后狠狠地挥起弓铲砍在丧尸的脑袋上，扑通一声，丧尸重重地砸在地上，然后再没了反应。但这动静却引起了超市其他丧尸的注意，几十只丧尸同时朝我这边靠拢。我攥着弓铲，内心没有对丧尸的恐惧，只有对晶核的渴望。我走到货架前看了一眼货架，如果可以将2个货架挡住通道，中间只留一个缝隙，那样进来一个杀一个，比直接跟几十只丧尸周旋要轻松安全很多。可货架上摆放的是酒水，非常重，我拉了一下没能拉动。姐，我来帮你。突然一个女生出现在我身边，是上次帮我装货的服务员林倩。我不会带你走的。我用力晃动货架，上面的酒水洒落一地，随后双手发力拉着货架往通道口挪。末世3年，我见过各种人性，这小姑娘想什么我一眼就能看穿。林倩眼里含泪拉着货架，丧尸越来越近，她怕得发抖，只能寄希望于我能改变主意。我俩快速将货架摆放到位，将通道堵得只剩下1米宽的缝隙。几十只丧尸梗着脖子扑过来，差点将货架撞倒。林倩吓得后退2步，瑟瑟发抖，但目光时不时瞥向通道外的房车，脑子里某些念头在运转。我守在缝隙前，出来一只就干掉一只，顺便检查里面有没有晶核。期间我瞥了一眼林倩，她的小心思早已经被我看穿。我头也不回地说道：房车你开不走，外面到处是丧尸，想活命就找个地方囤够食物水等着救援。林倩看着我砍丧尸跟切西瓜一样，知道我不好惹，便也打消了这个念头。20分钟后，我从尸堆里翻出一颗通透的晶核，虽然只有1颗，但好过没有。一旁的林倩看着一身血渍面带笑意的我，只觉得画面惊悚又可怕。她现在内心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赶紧离开，否则不会有好下场。林倩听了我的话，她找到超市内的一间办公室，疯狂地往里面搬物资。她没有选择在仓库躲着是正确的，因为仓库的物资会成为很多人的目标。与此同时，我已经进入了超市，并且先后解决了3个落单的丧尸。随后我又将超市其他出入口锁死，以防有其他地方的丧尸闯进来。做好这些，我拉来一辆购物车，当务之急要马上开始收集物资。我先来到熟食区，卤味和炸货都是我的最爱，直接装了满满一车。我推着购物车往回走，刚走进通道，就看到几位穿着超市制服的男人正在撬我的房车侧门。踏雪透过车门玻璃，龇牙咧嘴地冲着他们炸毛。其中一个男人手中的扳手都撬弯了，房车门依旧纹丝未动。他气急败坏，狠狠地在门把手上砸几下，可连块漆都没掉。另一个男人更是崩溃，砸好几次玻璃，上面连个印子都没留。几人一脸诧异，这房车就算是钢板造的，也该敲出几个印子来，竟然毫发无伤。这时有人接话道：我去找个切割机来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他刚转身，便看到我正推着购物车站在不远处冷冷地盯着他们。男人强装镇定地询问：你是车主，小姑娘独自在外危险，带上我们，我们保护你。其他人见就我一个姑娘也松了口气，一个女生而已，房车稳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冲他们说道：立刻离开我的房车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时有个穿着安保制服的男人指着我身后的购物车问：你拿东西付钱了吗？我怀疑你盗窃超市东西，你最好现在打开房车门，让我们检查一下。男人一脸的得意，似乎觉得这套说辞拿捏住了我。我眼底闪过讥讽，真是愚蠢又贪婪。下一秒，弓铲锋利的边缘划开男人的喉咙，红色液体喷涌而出，男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杀人了！他居然敢杀人！其余几人吓得连连后退，都漠视了杀个人算什么，再不滚就一起留下来陪他。闻言几人吓得一哆嗦，扭头就往超市里面跑。看着他们落荒而逃的样子，我暗自叹了口气。目前超市内的丧尸已经被我清理干净，并且有吃有喝，什么都不缺，只要安安稳稳等待救援队找到这里，带他们去基地就行。明明可以好好活着，偏要蹦跶到我这里来找死。我打开后车门，将购物车里的物资统统搬进房车。一切做完，我来到车上，关上了车门，并将车门反锁。踏雪委屈地跳到我的怀里，用脑袋在我身上蹭来蹭去。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安慰道：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然后从袋子里掏出一只大鸡腿，放在他的餐盘里。踏雪闻到香味，舔了舔嘴巴，十分满足地吃了起来。我打开冰箱冷藏柜，先把里面的果蔬收进拓展空间，再把购物车里的东西往里填，接着用意念推进空间。这时我发现这么多东西装进去也才占了空间的一角，没想到1立方这么能装。我算了算，要想装满还得再跑5、6趟。于是我想到了通道中卸货的手动搬运车，那一次能装不少东西。就当我准备下车时，感觉自己的裤脚被拉住，扭头一看，踏雪摇着尾巴呆呆地看着我，叼着我的衣角不肯放。我笑道：姐姐要去收集物资，这样咱们以后才能更好地活下去。踏雪呜呜地哼唧着，还是不松口。见状我蹲下来问道：
你要跟我一起去？踏雪眨巴眼睛，一下子跳到了我的怀里。回到通道里，我找来一些塑料筐落在搬运车上，随后带着踏雪拉着搬运车走进了超市。超市幸存者看到我一脸惊恐，纷纷躲了起来。显然外面的事情已经传开了，我懒得搭理他们，抓紧囤物资才是我要做的事情。还是先来到熟食区，各种卤味打包完，又装了很多凉拌菜，隔壁摊的油条、煎饼、寿司、粽子也不能少。每样我都拿了一些。踏雪蹲在搬运车上，看着我也不乱跑，非常的乖巧听话。在路过甜点区时，我脚步顿住，精致漂亮的蛋糕光是看着就十分诱人。带走，全都带走。这一世我绝对不能亏待了自己。扫荡完甜品区后，我拉着满载的搬运车回到了房车边。此时，那个安保的尸体旁，两个丧尸正卖力地啃食着他的内脏，准是血腥味引来的。听到动静，丧尸猛地抬起头，张着血盆大口就朝我扑来。我拎起公铲，熟练地劈开两只丧尸的头颅，动作干净利落。回到车上，我继续往冰箱里塞东西，只是这反复的动作让我厌烦。要是有空间异能就好了，就能直接收进空间，不用这么麻烦搬上车再放进冰箱。我也就稍稍感叹一下，跟上辈子相比，现在的我已经十分幸运。不一会，熟食全部塞了进去，刚好装满1立方空间。甜品很多，装满1立方后还剩了一些，我放到橱柜上留着以后慢慢吃。随后我换出房车透视图，将刚才找到的晶盒给2层升级了1立方空间。接下来就是不断来往于超市和房车之间，不停地搬，不断地囤。踏雪跟着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主打一个陪伴。超市内幸存者发现我来去自如，很是安全，纷纷跑出来觅食，只是都距离我很远，估计害怕我一铲子铲掉他们的脑袋。几个女人聚到一起，小声嘀咕：他已经搬几个小时了，房车装得下吗？我估摸着房车里面塞得满满当当，怕是要没地方下脚了。等忙活完已是凌晨，看着充实的房车，我内心是难得的安定和满足。2层扩展的1立方空间里是满满当当的大米，足足有1600斤，一天吃1斤也够吃4年多，满满的都是安全感。2层其他空间里分别是500斤面粉和50桶食用油，以及各种各样的调料。冰箱的4立方扩展空间，除了1立方熟食和1立方甜品，还装了1立方肉类和1立方的水产，加起来将近有4000斤。拓展的2立方纯净水箱也被我装满了矿泉水，当然饮料也少不了。橱柜旁全是我喜欢喝的小汽水。此时我不仅没有一点困意，还惬意地吃起了火锅。电磁炉上小汤锅咕咕冒泡，肉片和丸子在辣汤里翻滚，看上去十分诱人。周围摆着涮火锅的青菜和肉片，以及一个6寸的水果蛋糕。我喝了一口挂着冰霜的汽水，瞬间满足感席卷全身。一旁的踏雪餐盘里装着满满的鱼肉和虾，他头也不抬地吃着，看起来吃得超香。眼前的这一切竟让我觉得有些梦幻和怅然，末世里的饥饿和伤痛还历历在目，现在却坐拥几年都吃不完的食物，还有我最心爱的踏雪陪伴在身边。我一口涮羊肉，一口青梅酒，一口小蛋糕，我从未觉得幸福可以如此简单纯粹。酒足饭饱后，我心满意足地拍拍肚子，洗碗收拾垃圾，最后再洗一个美美的热水澡睡觉。我换上毛绒睡衣，翻身上床，躺在软软的被窝里。我掀起被子的一角喊道：宝贝，来睡觉。踏雪跳到身边，乖巧地钻进了被窝，露出的小脑袋甚是可爱。我抱着踏雪，在软软的被窝里，一人一猫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再睁开眼已是大中午，我是被踏雪吵醒的，她趴在我胸口上，压得我喘不上气。我将踏雪从身上推下去，转个身继续睡。踏雪见状当时就急眼了，她现在超级想拉屎，可我没给她准备猫砂盆。踏雪眼看我就要睡着，她急中生智，转过身将自己的屁股对准我的脸，噗的一声放了个大臭屁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踏雪，你吃什么了？为什么屁这么臭？我抱着踏雪冲进卫生间，将它放在了马桶上。刚刚犯错的踏雪不敢反抗，笨手笨脚的踩在马桶边缘拉粑粑。这边我快速洗漱完毕，准备去超市找点吃的当早饭。刚走到通道内，我就发现昨天还在的零食和水果都不见了，肯定是被幸存者瓜分了。我毫不在乎地继续往里走，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超市入口竟被货架木板之类的堵死了。我被气笑了。我帮他们清除丧尸威胁，他们反倒将我堵在外面。好一群过河拆桥的人，看我接下来怎么收拾你们！我从超市门口找来了很多纸壳子和一些废弃木板，并将它们堆积在通道口的位置。随后我又找来一桶汽油泼了上去。我冷笑一声，
直接将手中的防风火机丢了过去。呼，火焰瞬间燃烧起来，铺天盖地的火势在通道内蔓延。此刻超市内的幸存者在看到火焰燃烧时都懵了懵。愣着干什么？救火啊！通道那边摆的是酒水，一旦烧起来咱们都别火。超市内的几十名幸存者顿时慌起来，连忙去找消防设备。通道口原本就有我之前打碎的酒瓶子，铺天盖地的滚滚黑烟蔓延过来。林倩站在超市边缘的角落里，看着这群人手忙脚乱的在灭火，心中暗骂：一群蠢货，明知道那人不好惹，还跟他过不去做什么？真是没事找事。好在超市内消防措施完善，在幸存者的共同配合下，终于是将火扑灭。一群人灰头土脸的坐在地上大喘气，有人不满抱怨道：我昨天晚上就说不要去招惹那个女人，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。超市里面的东西让她搬走一些又能咋样？对我们又没什么影响。闭嘴！她敢杀老王就敢杀我们，真到那时候有你们后悔的。我同意，这个女人心狠手辣，最好想办法赶紧将她赶走。在主管张强的煽动下，很快聚集了10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此时天空下起了大雨，我一身黑色连体雨衣站在通道外面。很快张强带着众人出现在通道口，他们手中拿着个是家伙。再次见到我，很多人还是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张强撸了撸袖子，大喝一声：大家一起上，抓住他！瞬间10几个幸存者一拥而上，可还没等他们出招，锋利的弓柴已经砸在他们的身上，只是片刻功夫，10几个幸存者就全部被我打翻在地，哀嚎声一片。末世3年的磨练让我变强了很多，这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蹲在张强的身边，脸色十分阴冷地看着他：你刚才说要抓住我，抓住我干嘛？囚禁我还是打死我？我错了，我不该把你堵在外面的，我只是想让你去别的地方，求求你放了我吧。我冷笑一声，现在怕了，早干嘛了？随后找来一根绳子，将张强的双手双脚死死绑住。顺着超市西侧的扶梯，我拖着张强来到了2楼。张强一脸的惊恐，根本不知道下一步我会对他做什么。我拖来一个货架，摆放在了正对着楼梯口的位置，然后将张强绑在了货架前，让他面对着楼梯。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放开我！张强内心充满恐惧，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找来了几个货架柜子，将不大的楼梯口挡得死死的。随后又找来一辆购物车，头也不回地朝工具房走去。再出现时，购物车里装了满满一车工具，被死死绑在货架上的张强欲哭无泪，这种茫然最是瘆人。我走到张强面前，从购物车中拿起一把小型曲线锯，购物车里还有2把伐木电锯，用来切割木头木板什么的很好用。见状，张强浑身都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，一遍又一遍地向我求饶。我默默翻个白眼，拎着电锯走向扶梯口的货架柜子旁边。隆隆一阵巨响，锯齿划过金属的声音尖锐刺耳，听得人抓狂。张强似乎猜出我要做什么，彻底疯了。这么大的动静，楼上的丧尸肯定能听见。等他们冲烂柜子，自己就会被丧尸活活咬死。我在货架柜子上掏出一个仅能同行1人的洞口，在最后一层柜子打通后，扶梯上已经挤满丧尸，都是被这边大动静吸引过来的。我连忙撤回去，拿过更大的伐木电锯，用绳子牢牢绑在架子上，架在1.5米高的位置。有丧尸顺着洞口往里冲，在路过电锯时，整个脑袋被锯下来，血液喷涌而出，呲了张强一脸。他早就猜到这个女人是想让他当诱饵，丧尸闻着血液的味道会源源不断的往这边来，一个接着一个送死。一个简单的陷阱让杀丧尸变得轻松许多，这些都是我前世总结出的经验。接下来只需要过段时间将堵在洞口的死丧尸清理一下就行。张强惊悚的惨叫声和油锯的嗡嗡声在整个超市内回荡，其他幸存者闻声跑过来想看看怎么回事，结果脸都吓白了。成堆的丧尸残肢堆积在洞口，血液溅得到处都是，场面十分恐怖。我起身来到货架柜子前，将堵住洞口的残肢断臂丢在一边。张强见我过来，立刻停止了惨叫。原本他还想再跟我求求情，结果就看到我从残肢堆里翻出一颗丧尸脑袋抱在怀里，随后猛地发力摔在了地上，圆鼓鼓的头颅瞬间摔成了2半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1人1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，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张强满脸惊恐地看着我，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后面我又连续砸开10几个头颅，但没有出现一枚金盒。此刻超市对面2楼的一家抓娃娃店内，2男2女正透过百叶扇的缝隙偷偷观察外面的情况。丸子头女生小声道：那边发生了什么？电锯声夹杂着惨叫，听得人心里发毛。一旁的眼镜男拧眉思索：不管怎样，我们过去看看，看能不能掩护你收集些物资。另一个女生兴奋道：有你这个天选之女在，即便是末世咱们也能好好活下去。被称之为天选之女的丸子头女生叫苏雨宁，她们原本是带着各自男朋友一起出来逛街的，谁知遇上了丧尸爆发，见势不对，他们立马躲进了一家抓娃娃店，这才逃过一劫。与此同时，苏雨宁发觉自己能随意进出一片别人看不到的空间，她这才意识到
自己竟觉醒了末世异能中珍稀的空间系异能。此时此刻正好身处资源丰富的商场，他雄心壮志，决定大干一番。4人悄悄地摸下楼，来到街道上，环顾四周，竟异常的平静，除了地上3两个丧尸尸体，转悠一圈一个活着的都没看到。他们小心翼翼地往超市方向走，在路过超市外一个尸体时，苏雨宁的男朋友林浩突然惊呼一声，停住了脚步。其余3人被吓了一跳，一脸疑惑地看向他。林浩蹲下身子，仔细查看了一下尸体的脖子，说道：“这个男人不是丧尸，是被利器割喉而亡的。”同行的另一个男生赵宇眼睛瞪圆几分，难道他是被人给杀的？这才末世没几天，杀人对他们来说依旧十分惊悚可怕。林浩谨慎道：“我们之间有人觉醒空间的事情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苏雨宁的异能只能囤货，不能攻击，若被人发现，一定会将他占为己有。支配苏雨宁就等于支配空间，这件事一定得保密。”其他3人郑重地点了点头，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林浩4人顺着烧黑的通道口往里走，很快就摸到了超市入口。他们趁没人注意，悄悄摸了进去，看着满超市的物资，很是兴奋。但是现在还不能动手，要等晚上人们都睡着才行。他们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吃了点东西，将肚子填饱。随后在林浩的提议下，慢慢朝电锯响起的方向走去。来到2楼，苏雨宁和梁音瞬间吓得脸色发白，死死抱在一起。2个男生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嘴唇发白，浑身僵硬。只见不远处丧尸尸体如小山一般堆积着，破碎的头颅到处都是。在其旁边是一个穿着黑色雨衣的女人，正在头颅里翻找着什么。洞口的电锯还在嗡嗡作响，不断的有丧尸从洞口冲出来，被劈成3节。而洞口处被绑着的男人不知是死是活，已经没了动静。苏雨宁哑着声音道：“我之前猜想过可能是人类在拿着电锯反抗丧尸，没想到将会是这样的画面，太恐怖，太血腥了。”一旁的林浩眼中充满了震撼。丧尸陷阱，这竟然是一个对付丧尸的陷阱。随后他面色凝重道：“我们要提防这个女人，她日后一定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威胁。”忙活了一大天，我只找到了3枚晶核，运气不算好。于是我决定先找到仓库，给踏雪和自己弄点吃的填饱肚子。我走到张强身边，用小刀隔开了绑在他身上的绳子，说道：“今天就先到这，你回去休息一下，明天我们继续。”张强扑通一声瘫软在地，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，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偷偷观察的林浩4人躲在2楼的床上用品区，见我离开，林浩对着其他3人小声安排道：“等到凌晨2、3点时，赵宇你去拉电闸，我和梁音配合雨宁收物资，10分钟后恢复电源回到这里，没有人会察觉到是我们干的。”另一边，我顺着超市内的指示牌，很快就找到了仓库位置。仓库很大，放眼看去，货架上囤放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，再往里面走是个冷库，囤放的是各种蔬菜水果肉类。我找来搬运车，各种见过没见过的蔬菜水果都来上一些。临走时，我又拐到冷库的冰柜旁，装了很多爱吃的冰淇淋。将2车装满后，我便心满意足地拉着往回走。回到房车，我先给踏雪盛了点猫粮，踏雪饿坏了，大口大口地吃着，根本顾不上理我。我掏出今天收获的3枚晶核，全部用来扩展冰箱空间，接着将拉回来的物资依次收进扩展空间，水果蔬菜各占了1立方，冰淇淋只占了小半个立方。看着剩下的空间没能囤满，我的强迫症都要犯了。于是我决定拉着拖车到旁边的小吃街去看看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1人1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抬头能看到夜空中闪耀的星星点点，两边的店铺中有或明或暗的灯光亮着，路上是倒下的3、3两两的丧尸尸体。我拉着拖车直奔奶茶店，前世可给我馋坏了。我随意进入一家，找到仓库，将里面囤着的原材料都搬出来，只要囤的原材料足够，以后想喝什么饮料都可以直接做。接着我又去隔壁餐厅转悠一圈，在后厨拿了一份鸡爪蟹包的料理包回来，当做今天晚上的夜宵。现在很多连锁餐厅为了秘方不外泄，都是直接发的预制料理包，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。人们总说料理包不健康，很快连料理包都没得吃了。我拉着拖车回到房车，将大包小包的奶茶原材料放进冰箱的空间里，直到里面塞得满满当当，我才心满意足。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快乐。我来到厨房，拿出炒锅，打开料理包倒进去加热。我想了想，今晚决定再吃个冰镇西瓜。我将下午带回来的西瓜1颗切成2半，放进冰箱里冰着。等到鸡爪蟹包咕嘟嘟的冒泡，我关掉火先让它焖着，自己去洗了个美美的热水澡。从浴室出来后，我把脏衣服塞进洗衣机，又吹干了头发，一切搞定。开饭，我拿出手机打开一部电影，是超治愈的田园美食电影。我先用勺子吃了一大块冰镇西瓜，冰冰凉凉超爽。踏雪凑过来想吃2口，被我推着脑袋推走。西瓜太凉冰肚子，料理包都是科技，
你不能吃。踏雪歪着脑袋，感觉像是在欺负他一个小猫咪。好在他刚才已经吃饱了，找个沙发角落窝着睡觉。料理包虽不健康，但好吃啊，鸡爪糯叽叽的，蟹肉也很鲜。在寂静的深夜里，我边吃东西边看电影。等我吃饱洗碗睡觉时，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。我刷完牙来到床上，抱着踏雪倒头就睡。今天太累了，明天一定要好好睡个懒觉，睡到下午。结果天刚蒙蒙亮，房车监控的警报声响起，将睡得正香的我给吵醒。我摸到手机一看，才早上6点多，哪个不长眼的吵我睡觉？最好是有事儿，否则跟你没完。房车周围安装的全方位摄像头，若是有人路过是不会发出警报的。只有人在房车周围徘徊5分钟以上，或者对房车发出攻击姿势，且车主在睡眠状态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才会发出警报声。这个房车，我当初可装不少智能电子产品呢。显示器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房车周围密密麻麻围了一圈的人，这些人我有些印象，是昨天超市里的幸存者。我翻身下床，打开车门上的窗户，开口就骂：你们有病吗？大早上不睡觉，围在这里做什么？气势汹汹的一群人被我骂得一愣，随即跟着愤怒起来。你这个小偷，你怎么好意思骂我们的？你将超市内的物资搬哪儿去了？那么多的物资，你不能一个人搬走吧？总要给我们留点吧？你怎么那么理直气壮的？我开口要骂，意识到不对劲，冷声询问什么情况。带头的男人大吼：你少在这装！昨天晚上超市物资全部失窃，肯定是你偷的，你最好吐出来，否则跟你没完！全部失窃？那么大的超市，别说他一个，哪怕再来10个人，也不可能在一晚上悄无声息的全部搬走，除非这里有空间异能者。我穿好衣服，拿起公铲，直奔超市。一群幸存者在后面连忙跟上，脸上的愤怒之色大有一种我不给个说法，他们就拼命的架势。超市内原本满满当当的货架，现在空的连个包装袋都找不到，整个超市被洗劫一空，干干净净。除了空间异能者，没人能做到。我属实没想到，如此稀缺的异能者竟然这么早就遇到，还是个空间异能者。末世到来，丧尸到处都是，但是异能者是极为稀少的。我前世所在的基地，几十万人中异能者仅有几千人，可见异能者的稀少程度。空间异能者更是异能者中的珍品，是搬运物资最好的帮手。我环视一圈，看向张强，监控呢？张强吓得连忙解释：昨天晚上断电了一会儿，我们以为是火烧之后线路不稳导致的，就没在意。结果今天早上发现超市的东西都不见了，我们去调监控，发现监控线路损坏，没拍到停电后的画面。果然，人为断电偷超市物资，说明对方没有战斗力。空间异能者只有升级到中阶或者高阶时，才能进化出瞬移或者空间刃，拥有战斗的能力。只是他们要偷就偷，偷完还将锅扣在他的头上，就是在找死。我又问：谁说是我偷的？是他。张强毫不犹豫地指向人群里面的一个小年轻。林浩以为他只需要将嫌疑指向这个独自一人的女生，他们几个就能美美隐身。我打量着林浩几人，你凭什么说是我偷的物资？有证据吗？我观察众人的表情，其他人都是一脸愤怒惶恐，只有他们4个面上表现出愤怒，眼底却很淡定。空间异能者一定在他们4个当中。林浩被我盯得很不自在，可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露出破绽，若是让人知道是他们偷的物资，绝对不会有好下场，那么只能咬死这个女生是偷物资的。林浩坚定道：就是你偷的，我昨天起夜看到你回到超市搬物资了。我差点气笑了，多拙劣的解释啊，真是给他们活命的机会，他们不中用啊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一旁的幸存者们听到这话，吓得眼睛差点没瞪出来，已经在心里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默哀了。招惹谁不好，干嘛要招惹他？这位姐若真想搬超市的物资，哪里用得着偷？他光明正大的搬，谁又能拦得住？更何况他一个人怎么可能一晚上搬空所有的物资，还没弄出动静来？果不其然，下一秒我的身影动，快速向4人逼近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噗呲一声，我手中的公铲已经划过苏雨宁的喉咙。林浩被溅了一身血，他惊恐地看向苏雨宁。苏雨宁双手捂住滋滋冒血的喉咙，嘴巴张张合合涌出大量的鲜血。我不是天选之女吗？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要死了？林浩抱着苏雨宁发出嘶吼：雨宁，你别离开我，你不会死的，不会的。超市内众人看到这一幕，即便有心理准备，还是吓得心肝发颤。都说了不要惹他，这几人偏偏要作死，谁也拦不住啊！这真是一言不合就杀人啊！能弄死的绝对不多费一句口舌。在林浩惊恐的眼神中，苏雨宁不甘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一瞬间，消失的物资从虚空爆出，堆成了一座小山。刚才林浩无意识地将那个女生挡在身后，让我发现了破绽，就这脑子还想让我背黑锅，
简直不知死活。回到房车，我打开一瓶挂霜的可乐，咕咚几口下肚，瞬间轻松了不少。目前来看，超市这个避难所已经不能再待下去了。除了那一堆堆丧尸尸体，很快会滋生细菌和各种病毒。秦昊那个小子，我也得小心提防。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。想了想，我打开手机地图查看起来，在超市10公里外有一个农贸市场，这里倒是不错，刚好可以找些种子尝试着培育。如果成功的话，就可以放进拓展空间，发展成农场。踏雪，我们出发。说走就走，我直接启动车辆，缓缓驶离商场。路上的丧尸不算多，有遇到挡路的就直接加速撞开。20分钟后，根据导航的指引，我来到了农贸市场。可刚进来入口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前方的道边上停着密密麻麻的车辆，挤挤攘攘的将路都挡住了。不好，一定是农贸市场的集市碰上了丧尸爆发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当即掉头要离开这里。然而为时已晚，车子发动机的声音引起了丧尸的注意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丧尸从各个角落涌出，密密麻麻的聚集在房车周围，少说也有几百只。我开着房车后退几米，碾死几十只丧尸后，彻底推不动了。房车可以免疫一切伤害，但是动力有限，面对密密麻麻的丧尸，不可能像推土一样推出去。丧尸疯狂地拍打着房车，龇牙咧嘴，眼睛发灰，看上去很是恐怖。我此刻只觉得头皮发麻，完了，失算了。踏雪看着窗外的动静炸毛，发出哈气声。我安抚了一下踏雪，将她抱在怀里。事已至此，先吃个冰淇淋压压惊，再打开显示器放个搞笑综艺看看。反正丧尸也攻不进房车内。丧尸群的躁动引起农贸市场内幸存者的注意。某栋房子的6楼，悄悄伸出一个男人的脑袋观察情况，又悄悄地缩回去。杜子涛瘫坐在地上，小声道：“丧尸群都朝着马路的方向涌去。”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。房间内其他几人满脸恐惧，蹑手蹑脚的不敢发出动静。他的妈妈出声道：“我刚才好像听到有车辆行驶的声音，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来呢？”妻子接话道：“网上说已经组建救援队，在努力救援幸存者，该不会是救援队来了吧？”杜甫点了根烟：“就咱们这边的情况，救援队来了，说不定都得折在这里。难啊！”他们家在市场1楼开了家农具店，当天杜甫一人在店里支应顾客。中午12点时，店里挑选农具的客人突然身体僵硬，脑袋扭曲，龇牙咧嘴的朝他扑来。杜甫还以为对方是狂犬病发作，吓得什么都顾不上，连忙往家跑。回到家才得知原来是丧尸爆发，好在一家人整整齐齐都活了下来。房车内，我看了看外面状况，没有一点好转，我必须要想办法自救。若是等救援队来，不知道要等多久。我可等不起。房车内确实囤着很多食物，够吃上好几年，但问题是油箱未扩展，油的储存量太少。房车若是不开空调，里面必然跟蒸笼似的。可若是开一整天空调，车顶的太阳能发电肯定供应不上，就需要汽油发电机来供电，但是里面的油储量根本用不了几天。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杀出去。好在前世学到了不少东西，我将空调温度调到最低，并确保门窗全部关紧，然后拎着几桶食用油从车顶的窗户钻了出去。丧尸闻到鲜活血肉的浓郁香味，越发躁动，恨不得长出翅膀飞上来将我吃掉。有些被挤塌在地上，其他丧尸踩着摔倒的丧尸往上爬。继续这样发展下去，房车早晚得淹没在丧尸群里。我用刀子扎在油桶上，食用油瞬间倾泻而出。我拎着提手用力甩出，破洞的油桶散落进丧尸群里。接着我点燃打火机扔出去，快速钻回房车，降下车顶。轰！熊熊大火瞬间燃起，在油的助燃下，火势越来越猛，整个丧尸群被淹没在火海之中，瘆人的惨叫声响彻天地。我透过窗户望去，整个房车被橘红的火焰包裹，车身温度在不断升高。我内心慌的一批。系统，你说房车可以免疫一切伤害，你最好是没有坑我啊！车胎不要融化，电池不要爆炸，空调不要停啊！但凡出一点问题，此刻的房车都得变成烤箱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半个小时后，房车内一切正常，我彻底放下心来。此时电视中播报着实时新闻，官方在尽可能的安抚群众，减少恐慌。根据前世记忆，此次丧尸连官方军队也未能幸免，损失惨重。目前最有效的救援方案就是各城自行组织人员，清理出一片没有丧尸的安全基地。而基地又分为2种，一种是官方的，另一种是私人的。私人基地一般是由财阀通过召集异能者组建起来的。无论是哪种基地，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，想弄到一口吃的都得各凭本事。大火一直持续到夜里才燃烧殆尽，但有些地方还能看到红彤彤的炭火，估摸着烫手，我决定好好睡一觉，第二天再去捡晶核。次日天刚亮我就醒了，
确定周围没有丧尸，我打开车门，迎面而来的是满天的黑灰和浓浓烧焦的味道，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焦尸。我换上提前准备好的雨衣和口罩，拿上弓铲准备出门。喵呜！踏雪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我，他想要跟我一起去。我摸摸他的脑袋道：外面太脏了，你待在家里，不然弄脏后还得给你洗澡。一听洗澡，踏雪扭头就走。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洗澡了。丧尸在大火中几乎烤成焦炭，踩在上面发出咯嘣咯嘣的脆响声。我朝着边缘走去，黑色灰尘随着我的脚步在半空中飘荡。随后我就像勤奋的瓜农，对着丧尸脑袋一下又一下挥舞着弓铲。这里密密麻麻的足有上千只丧尸，肯定能开出晶核，就看开出多少了。一直在楼上偷偷观察的肚子涛有点蠢蠢欲动。我们要不要下去找晶核？我看网上说这晶核可能会有大用处。妻子陈曼宁连忙摇头，我不去，我怕被感染，你们也别去了吧。晶核可以不要，但咱们必须下去搬些食物上来。网上公布温度在以每天5摄氏度的异常上升，等救援队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，趁此机会多囤物资才是最要紧的。众人都觉得杜父的话很有道理，于是决定带上武器下楼搬粮食囤水。经过1上午的忙碌，总共收集到了10枚晶核，运气还算不错。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房车，照出房车透视图。这时我惊奇地发现，我的小鱼缸竟然也可以拓展。我迫不及待地用1枚晶核扩展小鱼缸的空间。恭喜解锁鱼塘，鱼塘空间时间流速正常，奖励水质自动优化打氧，水草优生，促进生态循环。只见鱼塘内装满水源，底部是彩色的石头，还有一些绿色的水草在水中漂浮。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在天灾不断的末世，可持续产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兴奋之余，我又点击盆栽扩展，输入数量1，点击确定。恭喜解锁农场，农场空间流速正常，阳光、养分、氧气等一系列环境因素正常，土壤保持湿润。瞬间自己竟出现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，天上有温和的阳光洒下，脚下是湿润的黑土地，只有1平方大小。显然这是一个独特的空间，旁边还有一个1平方的水池，正是我刚刚拓展的鱼塘。鱼塘和农场竟然合并了，这让我很意外。我尝试往边缘走走，试探地伸出手触摸，但被一道无形的墙壁隔挡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农场只能带种地相关物品进去，且每平方有限量，只能用来种地。鱼塘水资源与农场土壤仅供空间内使用，无法拿出。从里面出来，我将剩下的8枚晶核全部用来升级沙发柜的空间。这8立方都用来装种子，在有农场可获得再生资源的情况下，囤什么都没有直接囤积种子来的实在。顾不上吃饭，我启动车辆朝农贸市场的街道内开去。车辆停在街道往里面一点的位置，这边地面上相对来说比较干净。我拉着手拖车走进一家种子店，店面挺大，里面的商品也很齐全，粮食种子、蔬果种子、花材种子以及一些比较普遍的药材种子。我找来一些大箱子，无论货架上是什么种子，全都拿走直接装车。就这样一车接着一车，我乐此不疲地来回搬运着，直到沙发柜的空间全部装满。随后我又走进旁边一家农贸用具店，小锄头、镰刀、小铲子之类的都拿上一些。时刻关注我动向的陈曼宁激动道：他拿我们家的农具哎！好你个小偷，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我的面偷我的东西。一旁肚子涛哭笑不得，几个农具而已，又不值钱，况且咱们也没少搬别人家的东西啊。回到房车上，我已经累得不行了，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。踏雪跳上来，喵呜喵呜地叫着，圆溜溜的大眼睛非常可爱。我将它抱在怀里，轻柔地抚摸着。踏雪一副享受的模样。这时天空传来一阵轰鸣，我赶紧朝窗外看去，只见一架军用直升机从头顶飞过，飞行得很低，螺旋桨卷起的风吹得地面尘土飞扬。我皱眉自语道：看来官方基地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，我要抓紧开启计划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直升机用巨大的动静吸引丧尸追随，将丧尸引到郊外统一清剿。但这场灾难真正的挑战其实并不是丧尸，而是天灾。在接下来的极热中，温度会上升到60多摄氏度，人类中暑、热射病、线路起火，全国断网，各种大大小小的火灾烧毁大批大批的物资。这个时候才是将人类真正逼上绝路的开始。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极热来临前猎杀更多的丧尸，获取足够多的晶核来扩展空间储备物资。如何快速又高效的猎杀丧尸成为了最关键的问题。目前我的第一步计划就是改造房车，打造出一辆破坏力极强的丧尸收割机。瞬间系统的提示音响起，支付50枚晶核即可升级房车，附带自动收集晶核功能。50枚晶核，你土匪吗？等等，你是说自动收集晶核？说实话，我有点心动了。若是能开着房车自动收集晶核，那可是能提高不少效率呢。可现在哪有那么多晶核？
于是我灵机一动，对系统说道：“先赊账，装好之后，我用收集到的金盒再慢慢还你。”片刻后，提示音再次响起：“没问题，但要收利息，到时连本带利要还200颗金盒。”闻言，我在心底怒骂：“狗系统，你是真特喵的黑！”我咬牙切齿道：“行，200颗就200颗，先升级了再说。系统会在夜间完成房车升级，届时不会打扰宿主休息，请宿主放心。”合约达成后，我瞬间感觉轻松了不少。于是决定到农场看看。踏雪是第一次进来，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鱼塘边，看里面的鱼儿游来游去。我则是拿起小铲子在一旁挖着小坑，我要在这1平方的土地种上我爱吃的西红柿。踏雪看到我在忙活，主动过来帮忙。我丢2个种子，他就上前用爪子埋起来。一人一猫配合得相当好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活就干完了。土壤是植物适宜的湿度，我甚至都不需要浇水。弄好这些，我抱起脏兮兮的踏雪，准备出去后好好洗个澡。谁知回到房车之后，我俩身上都干干净净的，一点泥土没有。我随即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系统说过，空间内的土壤水源无法带出，所以才会这样。这样也挺好，省得每次忙完出来还要洗澡换衣服。一切都收拾完，我抱着踏雪钻进了被窝，美美的睡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迫不及待地跑出房车查看升级情况。只见前车护杠处多出了2排锋利的刀片滚轮。与此同时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：启动开关在驾驶室，金盒收集盒在中央扶手台下方。我回到车内查看，在车辆启停开关边上果然多出一个红色按钮。随着我将按钮按下，车前的刀片滚轮高速旋转起来，看起来非常恐怖。这要是被绞进去，不得分分钟变成碎块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试试它的威力了。要说现在哪里的丧尸最多，那一定是官方基地的丧尸统一绞杀场。我只需要在通往绞杀场的路上等着，就会有杀不完的丧尸。启动车辆，车子缓缓驶出农贸市场。刚开出去没多远，就有丧尸循着声音朝房车扑来。我发出一声冷笑，直接启动刀片滚轮，瞬间丧尸就被卷了进去。再出来时已然成一堆肉泥。我抑制不住的兴奋，这房车开着简直不要太爽啊！路上看到一个加油站，我开车拐进去，准备将2个油箱加满。这家加油站是自助的，扫码付钱就可以。这时头顶不断有直升机飞过，根据方向来看，我大致可以确认绞杀场的位置。加好油后，我立马开车跟了上去，很快就上了一条国道。这条国道显然是特意处理过的，道路上没有任何车辆，两边还拦起高高的铁丝网。又开了没多久，好多架低空盘旋的直升机出现，而下方满满的都是丧尸。他们将丧尸引到这里后，再次返回城市，继续去吸引下一批。直升机离开后，会有一辆挂着笼子的军用车出现，笼子里装着鲜活的动物。国道上的丧尸会被笼子里的血肉吸引，引导着前往绞杀场。我不敢想象绞杀场内又是何等的壮观。我加速前进，刀片滚轮疯狂旋转，一个接着一个的丧尸被搅成肉泥。上方的直升机内，驾驶员在看到下方的情况后，脑袋猛了猛。丧尸群里好像混进去了个粉色房车，还是改装过的。人们见到丧尸就躲，能来这里的80%是为了收集金盒。我们要不要上报给小队？主驾驶想了想，算了，小队应该早就发现了，没人去制止，应该是懒得管。丧尸多到杀不完，他乐意杀就杀吧。不过现在知道金盒用处的人不多，这人倒是挺机灵的，很可能是个异能者。副驾驶认同。现在基地建设正需要异能者，等他走的时候，应该会有人去找他交涉，让他加入基地。直升机在房车上方盘旋2圈后，朝着城市方向飞去。房车内，我连续开了3个小时，人都麻了，也没看到丧尸绞杀场。我调转车头，迎着丧尸洪流停稳，刀片滚轮继续收割丧尸。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中央扶手台里面的透明盒子内不仅仅有金盒，还有很多首饰。我将盒子取出，倒在茶几上，数了数金盒，一共有25颗。还不等我高兴，所有的金盒刷的一下全都消失不见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宿主获得的金盒将优先归还系统，当前还剩175颗。闻言，我也只能认命。要不是狗系统帮我改装了房车，收集金盒也不能这么容易。期间我也没再管它，带着踏雪吃饱喝足，看了会电视就去睡了。次日天刚蒙亮，我就过来查看金盒收集盒的情况。在看到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金盒时，我是又惊又喜，当即倒在桌子上一颗一颗的数了起来，竟然收集了71颗金盒。这么来看，
到明天上午我就可以还清欠系统的金盒，之后再获得的全都是自己的。瞬间我整个人干劲满满，当即启动车辆，掉头，目标丧尸绞杀场。今天的温度比昨天又上升几度，空调需要24小时运行控温，好在车顶有太阳能板，可以帮我缓解油箱的焦虑。我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开着车，在国道上缓慢前行。4个小时后，丧尸绞杀场缓缓出现在我的视野当中。我来到车顶瞭望，这一刻我感受到了来自大国重工的震撼。只见平整的地面上多出3条圆滚滚的长柱形金属滚轮，尺寸过100米，比楼房还粗壮。其表面光滑，在阳光下折射着金属的冷光。3根巨大的金属滚轮的连接处有个更大的圆形动力枢纽，带动巨大的滚轮缓缓滚动。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，任何事物都渺小的可怜。密密麻麻的丧尸被引向中间的动力枢纽上，金属滚轮所过之处，丧尸皆被碾压成泥。滚轮的后面还有一个传送带，会将丧尸碎肉运走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送去分拣金盒了。不愧是官方基地，能在短时间内造出如此庞大且高效的设备，这是私人基地所不能比的。回到房车内，我决定在这里停留几天，多收集一些金盒，等到油箱快见底时再离开这里。接下来的生活就很无聊了，打打游戏，撸撸猫，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任由外面的丧尸嚎叫连天，主打一个放松躺平。到第二天中午，我不但还清了欠系统的104颗金盒，还剩下22颗。我果断扩展了1立方鱼塘和9平方农场，为提高可持续产出的产量做好准备。到了第3天，金盒的数量已达到98颗，加上昨天剩下的12颗，我现在能扩展110立方的空间。就在我畅想美好的未来之时，油表却发出了报警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油量都快见底了。没想到丧尸收割机这么费油，我麻利地启动车子驶出国道，然后导航至最近的加油站。来到加油站，我并没有急着加油，而是先给2个油箱各扩展了30立方的空间。如此一来，满油的情况下，房车跑个几十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，再也不会有燃油焦虑。除此之外，水箱也是必须要扩展的，30枚用来扩展清水箱，20枚拓展纯净水箱。将2个油箱都加满后，我打开手机导航，准备寻找下一个目的地。突然，一架直升机轰隆隆的从远处飞来，悬停在我的头顶。在距离地面还有10几米的时候，几个人影嗖的从机舱内跳了出来，咚咚咚几声，地面硬生生的被砸出了大坑。这几人反倒没事人一样朝我走来，我皱眉，心生警惕，全身硬化。难道是金系异能者？在末世，异能者可以说是金字塔顶端的存在，各大基地抢着要。可这几个金系异能者来找我做什么？你好，我叫江汉宇，是官方基地建设负责人。检测到你可能是位金系异能者，特来邀请你加入基地。闻言，我一脸懵逼。你说什么？我是金系异能者？你搞错了吧？江汉宇不信，房车金属都加强到一堆丧尸砸不出个印子来，即便不是金系异能者，也是其他异能者。你考虑考虑，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，能满足的我们一定满足你。问题是我真的不是啊，但我又不能透出系统的事情，于是我只得装出一副高冷的样子回绝道：没兴趣，你们走吧。江汉宇见我态度坚决，无奈掏出来一张名片递给我，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和住址。什么时候改变主意了，可以去找我。我接过名片，象征性的和他握了握手，随后几人变成直升机离开了。可谁知下一秒，我竟发现自己的手变成了金属模样，看起来十分炫酷。我一脸的震惊，难道自己真的是金属异能者吗？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？思来想去，我也没有想明白。管他呢，觉醒异能总归是件好事。我回到车上，打开导航。此时我发现在加油站不远处有一个自来水厂，这里倒是不错，刚好可以给刚拓展过的水箱加满水。启动车辆出发。自来水厂内，一支由官方基地派出的5人救援小队正在行进，这是他们小队组建后第一次执行任务。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安全转移幸存者，带走水质净化设备。有丧尸，景晨快保护我！孟清月蹲在角落里，脸色苍白，一副被风雨摧残的小白花模样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叫喊声很快引起了周围丧尸的注意，龇牙咧嘴的全都往这边袭来。其他4人气的只想骂娘。虽说他们都是异能者，可都属于低级异能，对付10几个丧尸还行，现在几百只丧尸同时朝这边扑来，他们根本对付不了。但几人还不能抛下孟清月不管，因为他是稀有的空间异能者，等会还要靠他来收取设备。顾景晨脸色阴沉，催动异能扔出一道道冰箭，但击倒一批丧尸，下一批就会立马扑上来，源源不断，根本杀不完。一旁的陶雅蓉破口大骂：你叫你妈啊，是嫌命长吗？你不想活别拉上我们，我们还不想死呢。顾景晨不语，他对孟清月也是烦透了，现在都生死攸关了，还在这里拖后腿，是真的蠢。孟清月被骂后怒不可遏，
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你敢这么对我说话，出去后没你好日子过。还有，我是稀有的空间异能，上面可是说了，你们死都不能让我死。在丧尸爆发后，顾锦晨觉醒冰系异能，孟清月觉醒空间异能之后，其父孟汉远靠给官方基地捐物资，混上的后勤部负责人的职位，主要负责基地后勤资源调配，可以说在种子基地内很有分量，毕竟管着物资，一般的人物见到他都会客客气气。陶雅蓉咬牙切齿，所以你真打算让我们去死？我们死了，你就能活着走出去？孟清月说不过他，又哼哼唧唧地喊顾锦晨。锦晨，你看他欺负我，你都不说句话的吗？顾锦晨不想搭理他，心想自己这到底娶回来个什么玩意儿？若是换成孟石婉，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顾锦晨提议道：“我们一直这样拖着不行，必须要撤出去，否则真的要拖死在这里。”陶雅蓉窝着一肚子火，看看你的好娇妻，倒是让他站起来走啊！他要是再这么作妖下去，我是不会陪他在这等死的。顾锦晨问孟清月：“能站起来走吗？我们不能待在这里。”孟清月哼唧道：“我吓得腿软，站不起来。站不起来就让他死在这里吧。”陶雅蓉和另外2名队友头也不回的快速撤离。孟清月见状蹭的一下站起来：“干什么？你们真的要我死在这里吗？”顾锦晨忍住想要将孟清月扔出去喂丧尸的冲动，喊道：“别逼逼了，快点跟着我！”孟清月见众人真的不管他，腿也不软了，也不害怕了，紧紧跟在顾锦晨身后。5人边对抗丧尸边顺着墙往厂房门口突围，形势并不乐观。雷哲最后一道雷电放出去，沉重道：“我异能耗尽，只能硬杀出去了。”安杰文同样沉重：“一样，给我们配的子弹不多，很快就会用光。”随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问顾锦晨：“孟清月的空间好像可以躲人吧？如果我们真的杀不出去，我们可以先躲在孟清月的空间内，然后再想其他办法。”还不等顾锦晨开口，后面的孟清月冷哼：“刚才你们不管我自己撤退，还想进我的空间，做梦吧你们！”3个人脸色阴冷，怎么摊上个这么傻不义的队友？真特喵倒霉！顾锦晨沉声道：“清月，我们是队友，他们是为了保护你才滞留在这里的，你不能这样。”孟清月语气软下来：“好吧，锦晨哥哥开口，我勉强让他们进空间，等回基地再找他们算账。”为了保护你，命都快丢在这里了，你还要找我们算账？我特喵跟你拼了！陶雅蓉手枪对准了孟清月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轰隆隆的机械声引起了几人的注意。随声望去，只见厂房外面缓缓驶来一辆粉色房车，房车前方高速旋转的刀片滚轮席卷着一个又一个丧尸。陶雅蓉连忙掏出手电筒，朝着房车方向闪烁，试图让车主注意到他们。一旁的顾锦晨在看到房车后，表情瞬间复杂。孟清月则是有些意外和敌意。孟石婉，他竟然没死，他怎么会来这里？房车内，我早就发现这里的情况。原本我并不愿意多管闲事，但看到聚集在一起的丧尸，又忍不住过去收割。我将房车开到厂房的门口，直接一头扎进丧尸群里，停车静静等着刀片滚轮将他们都给搅碎。丧尸清理的差不多了，被挡住的几人也慢慢出现在我眼前。顾锦晨、孟清月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想到前世2人的所作所为，我内心就涌起一股火气。孟清月看到顾锦晨眼神不对，一拳打在他身上：“你用这种眼神看着他做什么？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？”顾锦晨忍无可忍：“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差点害死我们！要不是孟石丸，我们几个都会死在这里。”怎么忘不了前女友？现在觉得他哪都比我好了？你当初背着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可不是这样。这么劲爆的吗？旁边吃瓜的3人组都已经听麻了，没想到会是这么大的瓜。孟清月指着房车破口大骂：“孟石婉，都末世了，你怎么还有脸跟着顾锦晨到处跑？我们2个已经领证了，他现在是我老公，你最好别再念念不忘。”顾锦晨此时只觉得很丢人，他上去拉孟清月：“好了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”孟清月气愤不已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是在替他说话吗？我说的是事实，肯定是他知道你的消息，特意来这找你的。谁不知道孟石婉爱你爱惨了？”与此同时，我拎着公铲从房车上下来，朝着孟清月走去。丧尸末日前夕，同父异母的妹妹撬走了我的未婚夫，并抢走我改装好的房车，害我惨死丧尸之口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重生后我竟偶遇了这对狗男女。下一秒，我用力挥出拳头砸向他的贱脸，孟清月嗖的一声飞出2米，重重砸在地上，眼中满是震撼和难以置信。我嘴角扯着一抹冷笑，右手的金属光芒缓缓褪去。一旁吃瓜的3人同时震惊道：“金系异能者，他竟然是金系异能者！”随后3人一副暗爽的样子：“太爽了，终于有人能收拾那个贱女人了。”顾锦晨看了一眼肿成猪头、已经昏迷的孟清月，眼神里满是冷漠。随后他一脸深情地走到我面前：“石婉，我跟孟清月只是商业联姻，我心里喜欢的人一直是你。”若是放在末世前，他这句虚情假意的话必然会让我开心的几天睡不着。可现在我听了只想吐。我瞄准顾锦晨的脑袋，
猛地将手中紧握的弓铲挥了过去，砰的一声，顾锦晨瞬间被打懵，摇摇晃晃站不住身子。我脸色阴冷，眼神布满杀意地盯着二人。狗男女，看我今天不弄死你们！顾锦晨心底发寒，顿觉不妙，他下意识地用手臂格挡，瞬间被划出一条大大的口子。弓铲再次挥出，可孟清月突然扑了过来，发动空间异能，带着顾锦晨瞬间消失。我收起弓铲，一阵惋惜，这么好的机会竟然让他们跑了。与此同时，我再次发觉身体似乎有些异样，这种感觉就跟觉醒精细异能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试探着去尝试，下一秒，手中的弓铲瞬间消失不见。我眼睛一亮，立即发动意念去探查，弓铲的位置再次出现。随后我再次发动意念，尝试从冰箱空间内拿出一只甜筒。下一秒，甜筒竟真的出现在我的手中。空间异能，我难以置信，我竟然觉醒了空间异能，并且连通着房车内部空间。那以后在收集物资时就不用一车一车的拉了，直接发动异能收进空间就行。雷哲险些以为自己看花眼了。空间异能，它不是精细异能吗？双系异能者，比稀有的空间异能还珍惜的双系异能者，目前基地内还没有出现过。陶雅荣震惊的大喊。另一边，思索片刻后，我再次发动意念，手心果然凝结出一粒冰剑。冰系异能，他是3系异能者。一旁的3个吃瓜群众都震惊麻了，心想今天这是遇上了不得的大佬了啊！下一刻，我忽然出现在陶雅荣的面前，笑问：靓女，你是什么异能？陶雅荣受宠若惊，连忙回答：姐，我是木系异能。我伸出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陶雅荣连忙双手握着，激动道：我也很高兴认识大佬，您真的是3系异能者吗？我笑而不语，换出一根冰淇淋递给他，偏热，降温。陶雅荣连忙接过，谢谢大佬。接着我又看向一旁的安杰文，伸出手笑问：你呢，帅哥？安杰文立马伸出手握了握，激动道：姐，我不吃冰淇淋。陶雅荣给他一巴掌：谁问你吃不吃冰淇淋？姐在问你是什么异能。哦，我是土系异能。安杰文一脸的尴尬，我递出一瓶冰镇可乐，偏热，不吃冰淇淋就喝个快乐水。安杰文连忙接过，又是道谢又是哈腰。雷哲倒很机灵，没等我问呢，就上前握住了我的手。大佬，我叫雷哲，我是雷系异能。我点了点头，对3人笑道：我这个人脾气有点不太好，今天的事情还希望几位帮我保密。陶雅荣连忙保证：大佬放心，我们只看到了孟清月和顾锦晨的事情，其他的我们一概不知。3系异能者的实力再加上出手果断狠辣，眼前这个女人在末世中必会有一番大作为。陶雅荣3人当即表态：大佬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？若是有佣人的地方，一定要记得我们啊，我们愿意跟着大佬混。我随口应了一声，便朝自来水厂房内走去。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3人嘀咕道：3系异能啊，太让人羡慕了，希望大佬以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。此时我看着掌心闪烁的雷电，冷笑道：我可不是什么3系异能，我现在是6系异能者，而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异能其实是复制异能，只要是跟对方有过接触，我就能复制对方的异能为自己所有。我绕着水池仔仔细细地检查一圈，确定这里的水源是干净的，没有被丧尸污染。我将手放进水池里，发动意念，清水箱和纯净水箱瞬间装满。随后我意念微动，下一刻就出现在房车中。踏雪看到我突然出现，吓了一跳，小脑袋懵懵的，显然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我来到驾驶室，打开晶核收集盒，数了数共12颗。我果断全部升级了清水箱，都到水厂了，必须多囤点水再走。随后我想要发动意念回到厂房，将新扩展的12立方空间囤满，结果发现并不可以，看来只能从外界回到房车，并不能从房车去到外界。无奈我只能再次走过去。还在原地蹲守的3人看到我从房车内出来，很是意外。好家伙，大佬都已经学会瞬移了，真牛批！见3人还待在那里，我询问道：你们怎么还在这里？陶雅荣连忙解释：我们在等孟清月和顾锦晨他们2个。闻言我挑眉道：他们2个还会从这里出来？对啊，孟清月不会瞬移，从哪里进去必须从哪里出来，我们等他们2个出来后还要接着执行任务呢。这样啊。随即我露出一脸阴笑，对3人说道：你们不是还要找幸存者吗？你们先去，我帮你们在这守着。丧尸末日前夕，同父异母的妹妹撬走了我的未婚夫，并抢走我改装好的房车，害我惨死丧尸之口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重生后我竟偶遇了这对狗男女。我坐在一旁的台阶上，嗑着瓜子玩着手机，大概过去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狗男女总算从空间内出来。我眼疾手快，挥起弓铲就朝着2人的喉咙抹去。可谁知孟清月反应还挺快，瞬间发动异能，2人再次消失。就这么一直等到傍晚，2人都没再从空间内出来。跟这2只缩头乌龟耗着也不是办法，现在室外气温逼近50度，根本待不住。等下次逮到机会再弄死他们吧。我起身向房车走去。回到房车上，我先洗个凉水澡，换了身清爽一点的衣服。接下来天气会越来越热，我也不想出门了，
决定找个地方躺平。20分钟后，我将房车停稳在国道上，刀片滚轮无休止地收割着丧尸。随后，我带着踏雪进入农场，想要试试木系异能的能力。踏雪非常喜欢这里，一进来就欢快的不行，到处撒欢。木系异能可以操控植物，同时也可以催化植物的生长。我蹲在土地上，尝试对着番茄种子发动意念，体内的异能缓缓释放。在木系异能的催化下，番茄种子飞速生长，眨眼的功夫就长到10厘米左右。直到我体内的异能消耗一空，番茄也停止了生长。我皱眉，按照对前世的了解，异能等级分为10级，越往上越强大。我现在可能在1级、2级之间，太弱了。若是催生整个农场的植物，恐怕也仅仅能让它们长出小苗而已。不过在前世有传言说，基地在研究一种强大的异能提升液，这种液体普通人喝了可觉醒异能，异能者喝了可提升异能等级。思索一番，我对系统问道：系统，你知道异能提升液吗？异能提升液100枚晶核一支，异能补充液50枚晶核一支。异能补充液是在异能耗尽后服用，可迅速补充恢复异能，两样都是好东西。前世末世3年基地都没研究明白，系统这里竟然有出售的。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，估计异能者都能为此疯狂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也太贵了吧，这会儿收集盒里最多也就20-30颗。我寻思跟在系统搞搞价，可还没等我开口，系统急促的提示音响起：警报，房车被攻击锁定，在接下来的爆炸中可能会倾倒，是否愿意花费所有晶核得到庇护？被攻击锁定，反应过来后，我连忙看向窗外，只见夜色中一架直升机悬停在房车上方，有个男人站在登机口，正在摆弄巨大的炸药包。我内心一惊，立刻对系统喊道：愿意，我愿意。晶核没了可以再攒，房车倒了那可就麻烦了。下一秒，巨大的炸药包从天而降，火焰和浓烟彻底将房车淹没，连周围的丧尸都炸没了。紧跟着又是2声巨响，巨大的火焰在国道上燃起，伴随着滚滚浓烟。直升机内站在登机口的男人嗤笑：这么一个小喽啰，非要咱们沙勒么组织搞这么大阵势，真是杀猪用牛刀。沙勒么组织是官方基地里面的一股小势力，寻找物资拒杀丧尸，算是一个良性组织。但若是有杀人的活找到他们，只要价格给的够，他们也会接。驾驶员笑道：没办法，对方给的实在太多，说只要我们能解决掉这个叫孟石婉的人，就给咱们一个小粮仓，这谁能拒绝啊？早点弄死，早点回去交差。放心，妥妥的。一个小小的初级金系异能者，绝对扛不住那几个炸药包的威力。驾驶员笑了笑：那就行，你拍一小段现场视频，我们这就回去交差。男人掏出手机对准了下方，突然眉头皱了起来，越看越不对劲儿。只见坑坑洼洼的国道上，房车稳稳地停在那里，甚至连玻璃都没有碎。不可能啊！就算他强化了房车，也不可能抵挡住这种剂量的炸药啊！男人满脸的难以置信。下一秒，只见一个女人趴在前窗玻璃那儿，冲着他竖起了中指。男人气得脸都白了，当即拿起炸药包，准备新一轮的轰炸。房车内，我冲着系统大喊：系统，有武器出售吗？系统声音响起：有啊，但你没晶核。给我来个厉害点的武器，我要干掉那直升机。晶核先欠着，回头双倍奉还。武器商城已打开，请宿主自行选择。晶核会在后期自动扣除。瞬间，一个虚拟画面出现，上面各式各样的武器，好似一个军火商，小到手枪、手榴弹，中到飞机、坦克，大到导弹、核弹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最终经过筛选，我挑了一个售价150晶核的 RPG 智能追踪火箭筒。我立刻抱着 RPG 爬上房车，锁定目标后，我按下了按钮，嗖的一声，火箭弹朝着直升机急速飞去，危险！驾驶员反应很快，立刻控制方向调转机身。然而毫无意义，因为我用的可是最先进的智能追踪火箭筒。紧接着天空一声巨响，直升机瞬间引爆，犹如绚丽的烟花照亮一方土地。回到房车内，我仔细梳理了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。白天刚暴揍过狗男女，晚上就有人来取自己的性命，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干的。我此刻迫不及待地想要前往基地，弄死那2个王八蛋，但想到还欠着系统300晶核呢，我必须先按捺几天，等还完晶核再买一支异能提升液尝尝，然后再去基地报仇。基地内一处偏郊区的厂房顶楼布置得很豪华，这里是沙勒么组织的总部。此刻躺在沙发上吃着生鲜喝红酒的男人是沙勒么组织的组建者耀峰。这时有个男人急匆匆地跑进来：老大，有消息了。杀了吗？耀峰灌一口红酒，十分享受。男人一脸惶恐地回答：老大，被反杀了。正喝着红酒的耀峰手一抖，红酒全灌进了鼻腔里。丧尸末日爆发后，同父异母的妹妹不但撬走了我的未婚夫，还花费重金找来2个地下杀手，想要将我做掉。好在房车系统及时启动，我不但毫发无损，还成功反杀了2人。得知真相的大佬当即决定派出基地最有实力的异能者。沈鹏呢？让他去，
带上武器，说什么也得弄死这个叫孟石婉的。沈鹏是速度型异能者，并且还是3级异能，是杀了么组织里面最有实力的。耀峰当初可是花了大价钱才邀请他加入组织的。我就不信这个女人再有能耐，能扛住一个速度系异能者全副武装的暗杀。一直到第4天，我终于是还上了欠系统的300枚晶核，还余下202枚。于是我果断照出商城，购买了2个异能提升液。桌面上的晶核消失200枚，出现2只乳白色的常驻型玻璃瓶子，瓶子很小，握在手里小小细细的一根，里面乳白色的液体似乎还带着流光。没有犹豫，我直接一饮而尽。液体在体内散开，能清晰地感受到化成磅礴的能量充斥全身。至于体内的异能能提升到什么等级，那只有试试才会知道。于是我决定即刻出发，前往基地。我开着房车走在郊区，可以看到城市上方时不时燃起的滚滚浓烟，60度的气温很容易出现火灾之类的隐患。这还仅仅是个开始。此时我路过一条商业街，放眼看去多是卖衣服或者床上用品的商铺。我打开收集盒，这一路过来积攒了5颗晶核，再加上早上剩下的2颗，共有7颗。我将房车停在街道边上，照出房车透视图，7颗晶核全部用来升级衣柜空间。床上用品、衣服这一类囤的不算多，现在遇到了正好再囤上一批。就当我准备下车时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是子弹打在我旁边玻璃的声音。虽然玻璃没有碎，但明显能感觉到是一把威力巨大的狙击枪射出的子弹。我透过窗户看向外面，冷冷地观察周边每一个角落。躲在街角的沈鹏此刻架着狙击枪，眼睛瞪圆，满脸不可置信。不是吧？狙击枪竟然打不穿窗玻璃？他不是精细异能者吗？应该不能强化玻璃才对。这个人果然有诡异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能跟他硬刚，用异能杀死他了。在异能方面，沈鹏是十分自信的。整个基地内3级异能也没几个，并且他还是特殊的速度系异能。沈鹏将手里的狙击枪丢在路边，站在车前大喊：下来，我们单挑。既然对方都站在车前了，我不做点什么似乎真的不礼貌。于是我启动车辆朝他冲去，可车前面的男人犹如一道残影，瞬间消失不见。我皱眉，速度系异能者，这可不多见。于是我决定下车会会他，一是我想要对方的速度异能，二是我也想试试自己喝了2支异能提升液后的实力。我来到沈鹏的不远处停下脚步，神情淡淡道：谁派你来的？等你快死的时候，你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。沈鹏嘴角已经勾起胜利的笑意，他欺身上前朝我扑来，速度快到连残影都捕捉不到，可他的匕首还未触及我的喉咙，便觉得心口一凉。他低头去看，一只纤细的金属化手臂插进他的胸口，稍一用力便能捏爆他的心脏。怎么可能？他竟然会比我还快！看着他满是震惊的脸庞，我轻声道：你的速度真是太慢了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沈鹏紧咬牙关，他现在只希望耀峰能念点情分，照顾好他的家人。见状，我冷哼一声，手心发力，伴随着心脏爆裂的声音，沈鹏瞬间没了力气，瘫倒在地。看着自己鲜红且泛着金属光泽的手臂，我笑道：又复制了一个新的异能，看来2支异能提升液真的很给力啊。临走时，我收集走了男人身上的装备，一把狙击步枪，一把手枪和若干子弹，后期应该用得到。随后我带着踏雪走进一家运动品牌店，里面挂着特价清仓的羽绒服，更多的是春装和夏装，我也不管好不好看，只要是我穿的号，全都收进空间里去。隔壁的几家店我也没有放过，全都扫荡了一遍，直到7个立方塞满我才收手。大概在下午5点多，我驾车来到了基地的外围，基地的边缘搭建高高的电网墙，入口处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等待检查，否则若是有感染者进入基地，那整个基地都得跟着遭殃。队伍分为2队，一队是不行的人，站在路边搭建的遮阳棚下，依旧热得汗如雨下，有人拿着小风扇给自己吹风，可在60度高温面前根本无济于事。另一队是开车来的，抬眼望去各种车型都有，车内有空调，比站在外面的人要好一点。我跟在车队的后面排着队，改装过的粉色房车显得格外扎眼。房车内，我一边喝着冰镇可乐，一边控制着车子，跟着队伍缓慢前行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光头男盯着房车内的一切，眼神有些阴鸷和贪婪。他身边的男人小声嘀咕：哥，这个房车是好东西啊。哼，我能不知道是好东西吗？到基地内跟着他，她一个小姑娘，我们还能拿她没办法不成？两人对视一眼，脸上同时露出一股邪恶的笑容。丧尸末日爆发后，同父异母的妹妹不但撬走了我的未婚夫，还花费重金找来2个地下杀手，想要将我做掉。好在房车系统及时启动，
我不但毫发无损，还成功反杀了2人。10几分钟后，有个工作人员穿着荧光服，举着一个小黄旗，引导我将房车开进一个自动洗车房内停好。我抱着踏雪从车内下来，浓重的消毒水气味直冲鼻腔。看来这自动洗车房内用的是消毒水，对房车上沾染的丧尸病毒进行消杀。踏雪一下车就热得开始吐舌头，我悄悄在手心结出一些冰霜，放在他的脑袋上降温。我按照旁边牌子上的提示，走进旁边的小玻璃房内，刚站好门就自动锁上，随后从4面8方喷出消毒用的水雾。消完毒后，我顺着提示牌子走进更里面的一个小房间，里面开了空调，比外面凉快很多。玻璃柜台里面坐着一个穿着防疫服的女人，裹着一身白衣，衣服拉起来露出手臂，抽血，声音很冷漠，甚至还透着一丝不耐烦。验血是为了检测体内有没有丧尸病毒入侵，我前世没少经历这个流程。我按照女人的话照做，很快便抽了一管血。她让我在一边等结果，几分钟就好。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旁边等着结果，踏雪则好奇地瞅来瞅去，满脸的好奇。突然，一阵急切的警报声响起，穿着防疫服的女生猛地站起，满脸惊骇地看着我。我顿感不妙，这个机器一般不会响，除非有重大事件。与此同时，女人更惊骇的声音响起：“你是异能者！”果然，这个机器能检测丧尸病毒，同时也能检测到血液中的异能波动。我淡淡点头。谁知对方更惊骇的声音响起：“你是5级异能者！”要知道，整个基地目前连4级异能者都没出现，此刻竟然有个5级异能者，他怎么能不震惊？异能者分为10级，1到3级是低级异能者，3到6级是中级，7到9级是高级，10级是满级，每一级的跨越都是鸿沟。我也很意外，这个机器竟然还能测等级。2支异能提升液喝下去，现在竟然是5级异能者。这么算来，100金和1支的异能提升液还是挺划算的嘛。望着里面激动的女生，我淡淡道：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女生热情很多：“可以，祝你在基地内生活愉快。”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她满眼的羡慕。我抱着踏雪回到车上，车子启动进入下一个房间内。这时有个穿防疫服背着打药桶的男人走上前道：“车内检查消杀。”男人刚踏上房车，冰凉的冷气扑面而来，他明显愣了一下，可在看清房车内的情景时更震惊了，随处可见的零食以及生活用品。他打开冰箱，满满的冰汽水和冰水果，天知道冰镇的东西在极热中对人类有多大的诱惑。他攥着消毒液的喷枪道：“车辆内部已检查完毕，没有问题，可以通行。”我顺着指引继续开车往前走，两侧是平坦的公园，只是公园里的植物已经烘干枯黄，往远处看是高楼林立的城市，只是现在里面的一切全都变了。我刚准备启动车子，突然发现车前围了一大圈人，一个个露着热情的微笑，我一时有些懵逼。不过我很快就在人群里面看到个熟人，就是那位从直升机上跳下来邀请我加入基地建设队的金系异能者。我走下车来到江汉宇面前询问道：“你们找我有事儿吗？”江汉宇一脸热情：“上次邀请你加入我们队伍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管吃管住，单人宿舍有空调，还给你发工资。”眼看他越说越多，另一个男人将他挤到一边，对我笑道：“来我们救援队吧，在他的基础上给你开3倍工资。”我明白了，前脚刚验完血，后脚消息就传到基地高层，这些人是来挖我的。我淡笑道：“你们应该不会不知道我来基地是干嘛的吧？”声音戛然而止，他们一个个眼珠子转动，就是不说话。我笑道：“你们谁要是帮我杀了孟清月和顾景晨，我就加入谁的队，并且不需要工资。”众人更加沉默。先不说孟清月和顾景晨的身份，两人家中都挺富有，在基地建设上出了大力，两家长辈在基地内都身担要职，颇有身份。即便两人没有这样的背景，一个是稀有的空间异能，一个冰系异能，也不能为了拉拢一个5级异能者去杀了他吗？江汉宇凑过来小声道：“你加入我的队伍，该干啥干啥，我一向不干涉队员私生活。”其他几人瞪大眼睛看着江汉宇，纷纷附和：“对，我们很尊重队员私生活的，绝不干涉。”我摊手：“那就没得谈喽，麻烦让开，我要走了。”众人见我一副完全没得商量的架势，只得让开路放我离开。不远处，公园枯黄的绿化带中蹲着几个男人，时刻关注着路边的情况。大哥，事情不对劲儿啊！那几个人看着不像是普通人，他们说什么呢？那小姑娘在基地里不会有后台吧？光头男觉得不太可能。要是有后台，能在这大热天的站在大马路上说半天吗？肯定是他房车内有情况。这些人是来盘问的，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房车那么大的车厢，里面肯定装了不少的物资。其他几人眼睛当即就亮了。大哥，这房车咱们要是搞到手，不仅可以吹空调，也饿不着肚子了。光头男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道：“跟上去，先观察情况，再伺机行动。”丧尸末日爆发后，同父异母的妹妹不但撬走了我的未婚夫，还花费重金找来2个地下杀手，想要将我做掉。好在房车系统及时启动，
我不但毫发无损，还成功反杀了2人。杀了么组织总部，耀峰穿着大裤衩子在做推拉，身上的肌肉爆棚。此时一位小弟神色慌张地走到跟前，老大，沈鹏他……耀峰放下器械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道：杀了就好，不用来找我汇报。小弟见他自信满满的样子，嘴巴动了动，小声道：老大，沈鹏他死了。耀峰掏了掏耳朵，脸色阴冷：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小弟欲哭无泪。刚刚有人看到基地进来一辆粉色房车，很像咱们的目标人物，后来去查了才知道，沈鹏刺杀失败，被反杀了。耀峰瞬间眼睛赤红，暴躁道：沈鹏可是速度型3级异能者，怎么可能被一个女人弄死了？小弟缩着脖子继续道：老大，根据基地的血液检测，目标人物是5级异能者。闻言，耀峰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，没想到杀了么组织接的第一个订单就踢到硬茬了。小弟试探着询问：老大，咱们还杀吗？耀峰咬牙切齿：杀，必须杀！派人先盯着，不要贸然行事，找不好时机一击毙命。这不单单是订单的问题，已经升级到了私人恩怨。耀峰越想越气，他起身朝外走去，小弟紧紧跟在后面。老大，你干什么去？他妈的，委托方给咱们提供的信息有误，让咱们损失惨重，我找他算账去。此时，基地的医院内，孟清月住在单人病房内，大发雷霆。他怎么可能是5级异能者？绝对不可能！上次交手他明明还是个3级异能者。孟清月的牙齿被我打掉几颗，说话漏风，可依旧在破口大骂。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更接受不了我比他强。他恶狠狠自言自语道：5级异能者怎么了？我有的是办法弄死他。我开着房车在登记大厅前的路边停下，但凡是进基地居住的人，都要来这里领取新的身份牌。从车上下来，我发动冰系异能，在自己周身凝聚一层冷霜，驱散周围的高温。大厅内也很热，排队的人个个汗如雨下，整个大厅都散发着一股汗馊味。10几分钟后，我将自己的身份证递过去，道：我不需要住宅，给我安排一个遮阳车位就行。很快，工作人员将办好的基地居住证递了出来。种子基地海城区建湖小区地面809车位。来到小区10天已经见黑，小区建在公园旁，公园里面有个大湖，整体环境还是很不错的。我将房车停在车位上，车位很宽，上方装的还有遮阳棚。漆黑的拐角处，一直偷偷跟随的光头男开口道：根据我这一路的判断，能抢。旁边的小弟一脸疑惑：大哥，这一路你都判断啥了？你懂个屁！首先可以确定他没后台没异能，有后台的人不可能住分配的地方，有异能的人更不可能住在这里。其他几个男人一听就兴奋了：哈哈哈！大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光头男朝房车张望道：再等等，等那个女人睡了之后，咱们就开始动手。房车内，我和踏雪吃过饭，并没有洗漱睡觉，而是窝在沙发上打游戏，不知不觉的就打到凌晨1点。此刻蹲在墙角的几人是又热又困，有点顶不住了。一个男人有气无力道：都凌晨1点了，这人怎么还不睡？要不动手吧，反正就他自己。光头男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：行，动手。几人拎着工具朝房车走去。就在这时，房车内的灯光一下子灭掉了。光头男兴奋：好家伙，他终于睡觉了，真是天助我们。可很快几人便发现，无论他们使多大的力气，车门都撬不开一点缝隙。光头男有些生气，抡圆膀子拎着大锤直接砸在玻璃上，结果玻璃没碎，他自己被反弹出去好几米远。光头男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人都懵了：大哥，你有没有使劲啊？玻璃连个坑都没有。面对小弟的质疑，光头男无语，他都使出吃奶的劲儿了，啥玻璃啊这么结实？大哥你不行，让我来。一个壮硕的男人捡起大锤朝玻璃上猛砸过来，结果飞得比光头男还远。他坐在地上一脸震惊，防弹玻璃也不带这么结实的啊。另一个小弟见状直言道：真他妈蠢，不会换个玻璃试试吗？随后几个人转着圈的照着房车一顿咣咣砸，一个个累得半死，可房车上硬是一个小印子都没留下。光头男怒骂：大爷的，这房车用什么造的？我估摸着都能防弹了。就在这时，黑夜中突然窜出几个人，他们拎着砖头狠狠砸在光头男几人的脑袋上，以光头男为首的几人瞬间倒地不起，根本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。房车内一直在偷偷观察的我一脸懵，本想下车看看，但几个人影很快便消失不见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启动车辆准备去杀些丧尸搞点金河，可房车前突然冲出来3个熟人：陶雅荣、安杰文和雷哲。还不等我开口，陶雅荣焦急地冲我喊道：大佬，救命啊大佬！我默不作声，表情冷漠。你们的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见我不说话，陶雅荣有些惶恐。大佬，我们有个任务，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？战利品全归你。还有战利品？我挑眉问道。什么任务？去中心人民医院救一位水系异能者，上面给我们下死命令，必须将人带回来。那可是中心医院啊，里面的丧尸多的根本杀不完，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？你能不能陪我们过去？医院的物资归你，
只要能将幸存者带回来就行。安杰文和雷哲满脸殷切。中心医院是海城数一数二的大医院，里面的药物储备量很大，也很齐全，医疗设备也是最先进的。这么好的物资，我必须要收入囊中。再想到还可以顺带复制一个新的水系异能，我当即询问道：“现在出发吗？”末日降临，我本以为自己是这世上唯一的重生者，可没想到将我害死的妹妹竟然和我一样，并且知道的比我还多。病房内，孟清月接通电话质问道：“他们出基地了吗？”在得到确定的答案后，孟清月发出一阵冷笑：“孟石婉，这次你休想再活着回来。”下一刻，孟清月看向一旁的顾锦晨，开口道：“亲爱的，我觉醒了一个新的异能。”闻言，顾锦晨猛地一愣，原本不耐烦的模样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殷勤。宝贝儿，你觉醒了什么异能？预知异能。孟清月的声音清清冷冷，没有任何情绪，因为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根本没有觉醒什么异能。她是从末世10年穿越回来的，她知道未来10年发生的所有天灾以及各种大事件。他这么说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重生归来的真相罢了。顾锦晨满怀期待地凑了过来。预知异能，你能预知到未来会发生什么吗？孟清月淡淡开口：10天后，海城最大供电站会失火，大火蔓延，烧坏线路，全城彻底断网断电。极热期间，一直会有大大小小的火灾。极热会在2个月后结束，然后开始下酸雨，酸雨腐蚀性很强，土壤遭到破坏，多年无法种植。酸雨过后，海城会面临海啸攻击，之后温度骤降，进入极寒末世。顾锦晨的内心瞬间变得沉重无比。那末世会有结束的一天吗？孟清月眼神飘忽。我不知道，有人破局就能结束，无人破局可能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。等出院之后，我会让我爸把我安排进晶核研究组，或许那是破局的唯一办法。末世10年，孟清月经历很多，也学会很多。她稍稍提出一些意见，或许能加快对晶核研究的进度。此时我正在赶往海城中心医院的路上，期间路过一个加油站，我将车子开进去试了一下。好在油箱里还有油，后面的日子油只会越来越珍惜，因此遇到加油站都要进去查看一下。我拿出仅剩的34枚晶核，分别给柴油箱和汽油箱各扩展17立方，将2个油箱加满后，我继续开车上路，哪里丧尸多我就往哪里开。眼下要多积攒一些晶核扩展空间，等会到了医院好囤医疗设备和药物。1个小时后，我打开晶核收集盒数了数，总共有63枚晶核。我照出房车透视图，将63枚晶核全部用来升级药品柜。此时陶雅荣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大佬，你安排的事情我们已经完成，我们在你指定的位置等待。出发前，考虑到中心医院周边丧尸量巨大，单凭我一个房车根本行不通。于是我给陶雅荣3人安排了任务，让他们去搞来3辆车跟我打配合。10几分钟后，我到达汇合地点。远远看去，路边停着3辆车子，2辆履带式轻障机，四周钢板材质，钢板上还焊着长长的金属尖刺，并配有一个巨大的爪子。雷哲积极地向我介绍，这是他们针对这次行动专门设计的，不但可以抵抗丧尸，还能清理道路。另外还有一台大货车，车身及轮子周围全都焊上了一层钢板，妥妥末日战车的样子。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对讲机，1人1台，轻障车打头阵，货车中间我断后，几人各自上车，小小的车队行驶在道路上。雷哲打头阵，他在对讲机里喊话：“姐，直奔中心医院吗？”我回答：“对，有丧尸冲过来直接压成饼，车子不要停。”2台轻障机利用金属爪子将拦在道路中间的废弃车辆挪走。陶雅荣和我开车跟在后面，越往里面走道路越拥堵，很多丧尸听到车子的轰鸣声都朝这边聚集过来，数量越来越多。陶雅荣在对讲机中喊道：“大佬，我们要不要下车杀出一条路，不然一会儿就出不去了。”然而他话音刚落，只见我站在车外，周身冰锥悬空凝聚，几十颗手指粗的冰锥飞射出去，直接干翻一片的丧尸。随后我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小的种子，在异能催化下抽出2根枝条，我操控灵活的枝条，丧尸冲过来直接甩在脖子处，稍一收紧，丧尸脑袋硬生生的与身子分离。陶雅荣都看麻了。金系、空间、冰系、木系4系异能，大佬竟然是4系异能者。这时地面突然涌动起来，犹如波浪一般将成群的丧尸掀出去，最后化成一道土墙将丧尸堵住。土系异能、5系异能者，大佬究竟有多少个异能啊？陶雅荣盯着眼前泥土掺杂着水泥的墙体，只觉得头皮发麻。一直到下午3点，我们终于推进中心区域，这里丧尸极多，密密麻麻，恨不得摞起来。玻璃被挡得严严实实，根本就看不到前方的道路。4辆车彻底被丧尸群围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雷哲在群里求助：“姐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进不去了啊！”陶雅荣和安杰文对目前的情况也无能为力，能解决目前困境的
恐怕只有大佬了。此时对讲机里传出我的声音：“你们让开位置，我来打头阵。”收到命令的三人通过对讲机齐齐应声，当即行动起来。陶雅荣操控藤蔓钻出驾驶室充当雨刮器，抽落爬上车头的丧尸。安杰文的土系异能操控地面抖动，将轻障车上的丧尸抖下去。雷哲的雷系异能引得几道闪电，劈落窗户前的丧尸。三人各显神通，将车子挪开了一条通道。只是前方依旧是密密麻麻的丧尸和废弃的车辆。安杰文询问：“姐，接下来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”我没有搭话，一脚油门朝着丧尸群冲了过去。随后就出现极为震撼的一幕，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只见房车上的藤蔓如同蛇群朝前方涌去，在接触的瞬间，堵路的车辆纷纷消失不见，被我收入空间。随后藤蔓扫出，将堵在路上的丧尸击退到道路两侧。我控制着房车趁此空档加速前行，并在对讲机喊几人跟上。三人这才回过神来，赶紧启动车辆，紧紧跟在房车后面。太强了吧！大佬牛批！三人在通过对讲机激动地大喊。其实这也是我刚发现的，我强的不只是拥有复制异能，而是可以多种异能配合使用。车队缓慢稳定前行，在我即将耗空异能时，终于来到了医院的外围。看着中心医院几个大字，我面色凝重，里面等着我的不仅仅是丧尸，可能还有人。一路上这么安稳，我才不信孟清月能放过这么好弄死他的机会。我掏出收集盒内的金盒，整整有大半购物篮，收获颇丰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点开商城，先购买了2支异能提升液，剩下的金盒还有足736枚。我照出房车透视图，全部用来升级药品柜空间。好不容易杀进来，务必将医院里能装走的都装走，否则等到2个月后，海啸一淹，全得报废。出发！我在对讲机里发出命令，车子全力驶出。收到。三人齐声回应，紧紧地跟在后面。我撞开栏杆，直奔医院里面的停车场。这里的情况如我所想，不容乐观。停车场内的丧尸脑袋涌动，数量多到堪比赶大集。听到有动静，纷纷聚集过来，几辆房车瞬间淹没在丧尸群里，甩都甩不掉。雷哲惊骇：“完了完了，我们下车就会被丧尸群淹没，救个屁的人啊！”陶雅荣吐槽：“来之前我就知道此行危险，咱们几个简直就是蠢货，纯来送死的。”安杰文沉声道：“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现在怎么办？”依照他们三人的低级异能，根本不是这些丧尸群的对手，下车必定死路一条。就在这时，房车的外放喇叭突然响起，等待救援的水系异能者，有条件的话提示一下在哪栋楼。陶雅荣听到这动静，猛地一惊：“姐，你这么一喊，来的丧尸更多了，咱们更杀不出去了。”果不其然，顷刻间各个方向涌出一大批丧尸，梗着脖子朝这边聚集。与此同时，会诊楼上，邱志毅听到外面的喇叭声时，整个人也是懵的。谁呀？这么夜？随他一起的几位医生护士听到动静，从窗户往下看，便看到了楼下的情况。众人满脸惶恐。不是说基地已经派人来救援我们了吗？不会就是下面的几辆车吧？自己都被丧尸给淹没了，怎么救我们？邱志毅是水系异能者，是他联系的基地。本以为来的是直升机，可万万没想到是这么个情况。众人的心跌到谷底，觉得自己获救的可能性已经降到接近为0了。邱志毅想了想一会儿，还是决定给他们个提示吧，能开车进到这里来，应该是有些本事的。随后他催动异能凝聚一个水团，哗啦啦地浇在我的车顶。接收到信号后，我在对讲机里指挥，跟紧我，准备突围。我启动车辆，几百根藤蔓张牙舞爪地挥开挡在车前的丧尸。来到会诊楼下，我指挥小队将车停下，准备干活。陶雅荣欲哭无泪：“姐，杀不出去啊！哪怕停在楼下，咱们也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丧尸，根本没能力杀进楼内。”我发出轻笑，瞬间释放雷系异能，无数闪电密密麻麻的劈下，方圆50米内的丧尸直接劈得冒烟倒地不起。卧槽卧槽卧槽！雷哲看麻了，姐的雷系异能这样牛批的吗？跟这一比，他弄出来的那点小闪电算什么啊？陶雅荣惊呆了。还有雷系异能，姐是6系异能者啊，一个人怎么可以有那么多异能呢？在三人震惊之际，我控制藤蔓攀上楼房外壁，开始疯狂向上生长。随后我快速抓住藤蔓向上爬，并招呼他们抓紧跟上。三人不敢耽误，顺着藤蔓一口气爬上10楼的窗户里。几名幸存者看到我们出现，都有些面面相觑。邱志毅说的对，果真是有些本事的，但眼下的问题是怎么下去呢？先不说楼层这么高，即使有这个胆量，可下面有丧尸等着呢。邱志毅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问道：“你是双系异能者，看施展的强度，异能等级还不低。”陶雅荣三人听到这话沉默不语。姐可是6系异能者，说出来吓死你。我看了一眼他胸前的工牌，没想到年纪轻轻的就成了主治医生。知道医院有多少幸存者吗？邱志毅沉声道：“
我们有内部群，之前在里面统计过，医院各楼的幸存者大概有3000多人。我回头看向陶雅荣，你跟基地联系说一下这边的情况，让他们派直升机过来。一直忐忑不安的几名幸存者听到要喊直升机，当即精神振奋，眼神充满希望。陶雅荣反倒为难，姐，出任务之前我们想申请一架直升机都没申请到，现在他们很可能还不会给。我有些无语，我又没说把所有人都带走，把邱志毅带走完成任务就行。陶雅荣有些震惊，姐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其他3000多名幸存者咱们就不管了吗？我清了清嗓子道，咱们几辆车能带几个人出去啊？消息传回去，这不就是基地的事，你操这个闲心做什么？陶雅荣觉得我说的在理，当即就给基地打去了电话。另一边我询问邱志毅，你对医院熟悉吗？知不知道药房和重要医疗设备在哪？邱志毅想了想，这栋楼的1楼是药房，2到4楼是医生坐诊层，5楼是中医坐诊层以及中药房，6层到12层全是各种监察室和化验室之类，还有一些贵重的医疗器械在住院部，手术室也在住院部，其他楼也有，是些放射类的医疗器械。邱志毅听到我这么问就知道是来收集物资的，但凡自己知道的都详细的说一遍。我点了点头，你跟我们走，我们先去12楼，一层层的往下杀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，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邱志毅心头一梗，一层层的杀，这栋楼问诊看病检查的病患很多，门外走廊的丧尸数量也很多，很难对付的。雷哲笑了笑说道，哥们，相信姐，姐说行那肯定行。邱志毅用一种你是不是有病的眼神盯着雷哲，他不明白几人为何这么信任我。陶雅荣挂断电话走了过来，队长说会派直升机救援，但是要我们将幸存者全都聚集在天台。雷哲直接爆粗口，他妈的，几千人怎么可能从丧尸堆里顺利来到天台？3人骂骂咧咧过后齐刷刷地看向我，绝望中又带着些许希望。我耸了耸肩，反正都要去清理楼层，顺带的事儿。3人当即兴奋起来，要不说还得是你呢姐，你真是我亲姐。邱志毅和几名幸存者站在旁边都看麻了，难怪3人这么听话，合着是遇上大腿了。我走到窗边，顺着藤蔓朝12层上面的顶楼攀爬。邱志毅知道出去危险，当场打退了堂鼓，说什么也不去。雷哲一脸阴沉地盯着他，我们就是为了救你才来送死的，你是我们的任务，必须跟我们走。邱志毅看了看众人，估摸着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劫了，于是跟着一起行动。他紧紧抓住藤蔓，可10层楼实在太高，邱志毅顿时头晕眼花，吓得一身冷汗。顺利来到楼顶后，我换出金属化的手臂，将挡在楼梯间的铁栅栏击裂。邱志毅惊叹，莫非他就是传说中的5系异能者吗？太强悍了！进入到楼层里面，丧尸僵硬又凌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数量应该不少。我一马当先，4人紧随其后，各自发动着自己独属的异能。没有喘息，我们直接冲到了1楼，可外面的丧尸源源不断涌入，4人根本招架不住。见状，我蹲下身子，手掌按在地面上，瞬间异能涌出，直接地面迅速涌动，形成土墙，堵在各个入口，彻底将丧尸隔绝在外面。随后我催动雷系异能，每一次雷电密集的落下，就有一大片丧尸倒地，很快就将1楼大厅的丧尸解决掉大部分。邱志毅喃喃道，我懂了，这就是你们说的被大佬带飞的爽感，确实爽。4人一边解决残留的丧尸，一边冲进各个房间，看看有没有重要的物资需要搬走的。我走进药房，用异能催动出灵活的藤蔓蔓延在每一个货架上，但凡经过的地方，药品全都收进空间。在药房的后面还有一个是冷藏库，放的是各种药剂、解毒剂和疫苗，我一个都不放过，通通收进空间。姐，这边有个房间是化验室，各种仪器都有，要不要搬走？陶雅荣的声音在隔壁响起，我走出去看了一眼，同时藤蔓蔓延过去，眨眼的功夫，化验室内就变得空空荡荡。此时邱志毅在走廊内大喊，外面的丧尸已经清理干净，有幸存者的话现在抓紧出来，去顶楼等待直升机救援。随着他的声音在走廊中回荡，有2个紧闭的房门悄悄地拉开一条缝隙，从里面探出几颗脑袋。观察片刻后，走出来4、5个人，脸色苍白，身体虚弱，他们饿了大半个月，全靠葡萄糖续命。邱医生，真的有直升机救援吗？有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人询问，应该也是这里的工作人员。邱志毅点头，基地那边说会派直升机来，你们去天台等着。几人看着延绵在走廊上的丧尸尸体，吓得脸色惨白，站在门口动都不敢动。有个穿着护士服的姑娘带着哭腔，邱医生，你能送我们上去吗？这些丧尸太吓人了。我瞄了一眼几人，冷声道，不敢去就死在这里，都漠视了还矫情了什么劲儿？与此同时，对面住院部3楼的某个小窗口，有几双眼睛一直在窥探这边，其中一人举着望远镜，越看越凝重。消息还是有误，那个叫孟石婉的不仅仅是金系异能者，
我还看到了木系雷系和空间异能，难怪他能杀死沈鹏。几人越想心里越发的忐忑，这种实力已经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了。可耀峰已经给他们下达了任务，今天必须弄死他，并给了他们一套详细的计划。计划1：伪装成幸存者，在孟石晚前来救援时进行偷袭，若是偷袭失败，立马跳窗撤离，会有木系异能者在下面接住。计划2：狙击手对孟石晚进行狙击猎杀，若猎杀失败，启动计划3，隔壁等待的3位异能者会对孟石晚进行截杀。如果计划3也失败，你们全部迅速撤离，启动计划4，引爆提前埋好的炸弹，将整栋楼炸掉。异能多又怎样？异能耗尽实在多的异能都派不上用场，这番操作下来，神仙来了都得脱层皮，我就不信他还能活。另一边，我们已经将门诊楼清理完毕，医疗物资收集一空，幸存者也都前往天台等待救援。陶雅蓉问我：姐，接下来咱们去哪？我看向对面的楼，冷声道：去住院部，那边除了物资，说不定还有意外的惊喜。邱志毅拧眉：住院部在末世前几乎人满，各种病患家属、工作人员，里面的丧尸比这边还要密集，我们的异能未必扛得住。陶雅蓉也附和道：姐，我们异能马上见底，再去扫荡住院部恐怕有心无力。我掏出2只异能提升液，轻笑一声：有他在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我唤出藤蔓道长，延伸到住院部的天台，在半空中搭起一座藤蔓制成的桥。我率先走上去，其他几人跟在后面。邱志毅缓缓蹲下身，趴在桥上一点点的往前挪。雷哲看他怂包的样子，挑逗道：你女朋友知道你这么怂吗？邱志毅嘴硬：下面全是丧尸，掉下去必死无疑，我害怕很正常好吗？来到楼对面，我将天台楼梯间的铁栅栏破开，小心翼翼地往里面走。刚下到12层，密密麻麻的穿着病号服的丧尸朝我们袭来。我催动雷系异能，将近身的丧尸直接劈死，接着周身凝结密密麻麻的冰珠飞射出去，仅仅一个照面，走廊内的丧尸死掉1/3。随后藤蔓灵活地钻进各个房间，将有用的东西全都收进空间。就这么一路杀到5楼，这里是手术楼层，各种医疗仪器要比病房楼层多。打开一个手术室门，里面躲着的3名幸存者吓一大跳，纷纷往角落里钻。在看清门口站着的是个活人时，他们才齐齐松口气。雷哲开口道：上面的丧尸已经清理完，你们去楼顶等着，之后会有直升机来接你们去基地。杀到3楼时，陶雅蓉发出感叹5级异能者这么持久的吗？都杀2栋楼了，能没看出大佬有异能变弱的状况？正想着，旁边的手术室的门突然打开，一位穿着短袖短裤的中年男人从门缝里往外张望。陶雅蓉看了一眼，并没有在意，只是提醒男人抓紧上天台等直升机救援。男人扫视一圈，指着正在收集物资和晶核的我身上蛮横道：我害怕，我要他送我上去。陶雅蓉盯着这个男人，眉头拧在一起。像他这种理直气壮点名要求送他上去的还是第一个。陶雅蓉当即没了好脸色，呵斥道：爱去不去，不去就死在这里，真把自己当大爷了。这时又有几个男人从手术室内走到门口，几人对视一眼，开口道：这个手术室里面有最贵的手术仪器，你们若是不送我们去天台，我们就砸了它。闻言，雷哲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：你砸一个我看看，信不信我打得你亲妈都不认识？几人做事举起凳子大喊：你们不让那个女人送我们上天台，我们就不放。与此同时，我阴冷的声音响起：这台机器但凡坏掉一根线，我就让你们死在这里。几个男人看到我过来，怂唧唧地放下手里的东西。其中一个男人很没底气的道：没坏，不信你自己过来看。看到嚣张跋扈的几人瞬间老实，雷哲喃喃自语道：这种傻逼还是得姐来治。下一秒，站在最前面的那个男人突然掏出一把枪对准了我。那一刻，雷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姐不能死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施展速度异能以躲过射击范围，偏偏这时雷哲一个大跨步挡在了我的前面。我将速度异能催化到极致，想要拉开雷哲，可子弹的速度太快，已经来不及。高速飞来的子弹没入雷哲的胸口，雷哲应声倒地。几人见行动失败，当即准备从窗户跳下去逃跑。我满心怒火，瞬间爆出冰锥，朝几人的脑袋飞射出去。噗呲几声，几个男人便倒在血雾之中，没了反应。雷哲无力地瘫倒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额头满是虚汗。我隐忍怒气的声音响起：你是不是傻？干嘛为我挡子弹？末世两世，我从未敢想过会有人为了我不要命。雷哲惨兮兮地笑道：姐，我说过，以后我的命都是你的，没有你，我们早死了。我没好气，别死不死的。你现在还能说话，说明没击中要害。我吩咐陶雅蓉和安杰文将他抱在手术台上，便快步跑出去找邱志毅。邱志毅在看到雷哲的情况后，只觉得浑身发寒。这么大的伤口，万一感染，他不敢想下去。准备手术，药、麻醉剂、消毒液、止泻、绷带、
手术工具都需要。陶雅荣快步走过去，按照邱志毅的指挥打下手。我从口袋拿出那只异能提升液，走到雷哲面前，捏住他的下巴灌下去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希望有用。就在这时，我猛地转头看向窗外，几颗子弹高速飞来，我立即催动精细异能，一面金属盾瞬间挡在窗户前面。外面危险，你们待在这里，不要出去。我将门关上，快步离开。走廊上，3个异能者气势汹汹地朝我袭来，分别是金属刃、冰刃和火球。我凝聚金属盾抵挡的同时，催动藤蔓朝3人袭去。3人顿觉不好，催动异能格挡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催动速度异能逼近几人面前，手中冰刃狠狠割断3人的脖子。3人在死前满脸的难以置信。怎么可能？异能还没耗尽，重要的是他怎么会有速度异能？喂，林东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听到回答，听到快回答。我循声从死人的口袋中掏出手机，通话显示耀峰老大。通话那头还在喊：你们行动成功了吗？给点信号啊，林东。我挂断电话，翻看里面的聊天记录，杀了么组织竟然是他们动的手。我前世在种子基地求生，自然是听说过这个组织，组织里能人辈出，势力不小。在联系到孟清月之前找人暗杀我，原来是委托杀了么组织干的。既然惹上我，那就都别想好过。我丢下手机，准备去找这些人算账，可转头扫见隔壁手术室内有几个红色数字正闪烁着，我瞬间头皮发麻，定神去看，整整装了半个房间的定时炸弹，上面的数字正稳定的倒数。这个量的炸药一旦爆炸，整栋楼都可能毁掉。隔壁的几人不仅会没命，连其他的幸存者一个都别想活。该死！我疯狂催动木系异能，藤蔓密密麻麻地卷起这些炸药。隔壁化验楼内某个房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的耀峰心慌的厉害。旁边的狙击手开口道：我们之前商量好的，只要活着一定会给信号，现在很可能已经牺牲了。闻言，耀峰眉头紧皱，他想不明白，一个5级异能的女人怎么这么难杀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狙击手满脸急切地问道。耀峰咬了咬牙开口道：不管了，引爆炸弹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狙击手拿起炸弹引爆器，咬牙切齿地按了下去。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巨大的爆炸声确实是响了，可住院部的楼还安然无恙，没任何问题。耀峰脑子嗡的一声，顿觉不妙，他迅速趴到窗边往下看。爆炸是在停车场响起的，滚滚浓烟焚烧着张牙舞爪的丧尸。耀峰浑身发寒，第六感告诉他，再不撤，他一定会死在这里。耀峰又瞄一眼熊熊燃烧的停车场，这一眼差点没将他吓个半死。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中，走出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人，此刻澄亮的眼珠子正瞪着他。耀峰猛地倒吸一口凉气，走，这个女人太可怕了，说什么都不能再招惹她了。他带着几位随从快速逃到天台，准备乘坐来接应的直升机离开。看着自己金属化的身体，我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这群王八蛋一个都别想跑！我打开一支异能提升液，直接一口灌下去，随后一个跳跃抓住藤蔓，快速的向上攀爬。见我出现在天台，耀峰几人吓得心肝剧颤，浑身发麻。他当即认怂：大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让人追杀你的。是孟清月买凶说要杀你，你要是想报仇，就去找孟清月，我们只是拿钱办事而已。我嘴角勾起嗜血的笑意，眼神中杀意凛然。耀峰见势不妙，连忙改口：为了补偿这段时间对您造成的骚扰，你要什么只管提，我愿意补偿。我悠悠开口，我这个人很有原则，惹到我的人必须得死，物资什么的我不稀罕。耀峰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他身后的小弟也匆匆跪下，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。耀峰惊恐大喊：大佬别杀我，整个组织都给你，你当老大，我给你当小弟。我目光冰冷低沉出声：你们只有死才是对我最大的弥补。闻言，耀峰心里也发了狠，给后面的小弟使了个眼色，准备反扑，可他们只是稍稍一动，便觉得心头一凉，低头看去，一道金属棍子硬生生地捅个对穿。耀峰一头扎在地上，惊恐地看着我。这个女人要远比想象中还要强悍，她死不瞑目。前来接应她的直升机在看清下面的情况后，立马调转机头就要跑。我将手中的金属棍子融化凝练成细细长长的尖头杆子，瞄准直升机的螺旋桨用力扔出。螺旋桨绞住杆子，机身瞬间不稳，摇摇晃晃地朝着地面坠落。天台上的幸存者们此刻已成呆滞状态，犹如一群雕像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另一边，从基地赶来救援的5架直升机朝这边飞了过来。顾锦晨坐在直升机上，刚才的一幕被他尽收眼底，此刻除了震撼就是恐惧。没有人会觉得孟石婉在沙勒么组织的追杀下能够活着，可他现在不仅活着，还灭掉了整个沙勒么组织。现在眺望天台的那道亮丽的孤影，他只觉心潮澎湃，内心静穆，情绪更为强烈。
怎么恋恋不忘前女友？坐在旁边的孟清月声音淡漠中带着嘲讽。面对孟时婉能够反杀的情况，他似乎早有心理准备，没有震惊，没有惊讶，反倒平静得像个局外人。顾景晨皱眉道：你那么想弄死孟时婉，现在他不仅没死，还强大到反杀沙拉了组织，你不生气？孟清月全程冷静，直升机缓缓降落，也没回答顾景晨的问题。顾景晨烦躁地抓抓头发。自从末世后，这姐妹俩的一改之前的性格，实在让人捉摸不透。以前两人抢着得到他的喜欢，现在两人都一副对他爱答不理的样子，让他很不爽。直升机缓缓降落在化验楼的天台上，螺旋桨刮起的风吹得我发丝飞扬。我盯着从直升机上下来的两人攥紧拳头，杀了吗？组织都灭了，这两个罪魁祸首又岂能放过？就在我准备动手时，顾景晨殷切的声音响起：时婉，你受伤没？你没事吧？姐妹两个闹闹脾气就行了，不要因为我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闻言，我体内的异能在随着我的心情暴动，我不想再看到这个男人再多活一秒。就在我准备凝聚冰锥弄死他时，一道枪声在天台上炸响。我眼睁睁地看着顾景晨的脑后爆起一团血雾，身子一软瘫倒在地。只见孟清月站在那里，缓缓收起手枪，眼底全是冰冷和厌恶。顾景晨到死都不会明白孟清月为什么会杀他，什么情况？孟清月杀了顾景晨？一向淡定的我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看向孟清月，瞬间心头一惊。此时孟清月身上的气场完全不同，沧桑、沉稳、淡漠。你重生了？我现在十分确定，眼前的孟清月绝对不是这个时期该有的状态。孟清月收起手枪，笑道：好久不见，你都不知道这些年我有多想你。孟时婉死在末世3年，而孟清月是从末世10年穿越回来的。她没说假话，越是窥见末世的真相，她就越想念孟时婉。孟清月那些年无数次的后悔过，她为什么要抢走孟时婉的房车？我盯着她皱紧眉头，似要想看出些什么。你为什么要杀顾景晨？前世两人如胶似漆，是什么理由让她逮住机会对自己的丈夫痛下杀手？孟清月厌恶地看眼地上的尸体，朝三暮四，自私自利的垃圾，活着也是浪费粮食。末世后期人类的生存已十分艰难，他们因种种原因离开种子基地之后自己建设基地。孟清月托举顾景晨做基地长，谁知道这个臭男人有实力之后频繁出轨，甚至在大战时生死攸关之际拉他出来当盾牌。孟清月重生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弄死顾景晨，只可惜在基地内一直不合适动手。此次出来救援，他跟出来不是要找孟时婉算账，而是要跟顾景晨算旧怨的。孟清月重生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弄死顾景晨，只可惜在基地内一直不合适动手。此次出来救援，他跟出来不是要找孟时婉算账，而是要跟顾景晨算旧怨的。末世维持多久？有没有结束？我冷声问道。孟清月用极复杂的语气开口：末世是一场阴谋，而你已经进入风暴中心。阴谋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赤声质问。孟清月刚要开口，一道巨大的冰柱瞬间插进他的身体。是谁？鲜血迸射在我的身上，我失声惊呼。孟清月强撑着看向我：孟时婉，末世能不能破局，就看你了。我看着他慢慢闭上了眼，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谁杀掉的孟清月？又是谁在窥探着现在发生的一切？一大堆的疑问扰乱着我。原本我只是想靠着系统在末世苟活，目前看来是不行了，我得寻找真相，我要破局。其他几架直升机迟迟等不到顾景晨的救援直升机，于是掉头回来查看。救援队队长刚从直升机上下来，就看到躺在地上的2具尸体，他脑子嗡的一声炸响。才一会没见，这两个祖宗怎么就凉透了呢？一会回去可怎么交代？我回到住院部3楼，手术室的门依旧紧闭，不知道雷哲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。这时陶雅蓉从手术室走了出来，感受到我低落的情绪，她关心道：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扯出一个难看的微笑：没事儿。雷哲怎么样了？他身体里的子弹已经取了出来，目前没有发现变异倾向，运气还挺好。这时邱志毅也走了过来，麻药劲过去应该就醒了，异能者身体素质好，恢复起来会快一些。望着眼前几人，我沉思片刻后开口道：我准备组织一个异能者小队，想邀你们加入。几人听到我的话发出了惊叹，当即表示愿意加入。这么强的大腿必须抱紧。好，我们异能者小队现在正式成立。顺便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孟清月和顾景晨死了。基地内，顾父和孟汉远在看到2具尸体后嚎啕大哭，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出基地的时候人还好好的，现在说没就没了，搁谁也接受不了。顾父一脸阴冷地看向救援队队长：发生了什么？说不清楚，今天宰了你。救援队队长颤抖着声音道：当时就看到孟时婉跟他们待在一起，
具体就不清楚了。顾父恶狠狠地看向孟汉远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此时，我们一行人正在返回基地的路上，我们一边赶路，一边杀丧尸取金盒。在大家的一致认可下，我们给小队取名为黎明小队。雷哲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他想试试能不能释放异能，看看有没有因受伤受到影响。他控制雷系异能踢外面的丧尸，一招下去，雷哲惊呆了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手。卧槽卧槽卧槽，这是我的异能吗？依照他之前的异能等级，劈死个1-20只丧尸都顶天了，可现在少说也有100-200只。陶雅荣发出惊呼：“这是你劈的？”在他们的认知中，这种能力目前只有我能做到。雷哲都快自我怀疑了，他又释放一次异能，再次劈死一大片。没想到受重伤之后还能让异能暴涨。一旁的我满脸黑线，真是蠢货。重伤怎么可能让他异能暴涨？是我喂给他的异能提升液起到了效果。不知情的陶雅荣一脸羡慕，还有这好事儿，下次给结党枪你躲远点，让我来。我暗暗咬牙，真是有卧龙的地方就有凤雏，这找的都是些什么队友啊？良久之后，我缓缓开口，我们既然是队友了，有件事儿我也不瞒你们，我有一种药剂，喝了之后可以增强异能。雷哲的异能增强是因为他受伤时我给他喝过一支，几人彻底震惊了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也太逆天了吧。邱志毅一脸激动地询问，现在基地已经研究出能增强异能的药剂了吗？他以为若真有这种好东西，一定是基地召集各种研究者共同研究出的成果。我摇了摇头，看向众人，不是基地研究的，目前只有我有，且除了你们几个没有别人知道。几人震惊的脑子当即活络起来，这种逆天的东西必须要保密好，要是让人知道必然麻烦不断。陶雅荣哼哼唧唧，姐，这个药剂能不能就是……我猜到了他的心思，他是想问我能不能卖，又不好意思直接开口。我有2种药剂，一种叫异能恢复液，喝完之后体内耗尽的异能可以瞬间回到巅峰状态，100金盒一支；另一种就是异能提升液，效果你们都知道，200金盒一支，你们只要有金盒都可以找我来买，即便我将价格翻了倍。陶雅荣几人还是乐开了花，好便宜啊！这样牛批的东西竟然只要200金盒。雷哲激动地问道，姐，喝几支异能提升液可以成为5级异能者？之前经过我的测试，2支就可以达到。哇塞，2支只需要400金盒就能成为厉害的5级异能者，你们这些丧尸，我跟你们拼了！雷哲嗷嗷着劈死一片又一片的丧尸，接着陶雅荣释放藤蔓戳进丧尸脑袋里，将金盒取出，两人配合的还挺默契。安杰文和邱志毅的异能没有攻击性，眼巴巴看着外面成堆的丧尸，两人急得直挠头。车队缓缓驶出中心区，距离基地越来越近。陶雅荣皱眉道，哎，咱们才出去几天时间，基地周围怎么多出来一圈围墙？雷哲伸着脑袋看，竟然还是金属质地，这么奢侈，基地这是要干嘛啊？离得近了才发现，金属围墙是向内弯曲的，围墙的顶部还有金系异能者不断对围墙进行加高。我冷眉微皱，看来孟清月已经将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基地。根据前世的发展，极热之后是酸雨，酸雨腐蚀性极强，打得人们措手不及，无数人在其中丧命。有了孟清月的提醒，基地应该会提前准备，抵御未来的各种天灾。所以这不是城墙，是一个巨型天幕。在丧尸爆发前夕，我一人一猫躲进了精心改装的房车里。房车里有我提前存储的大量物资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。车子刚开进基地，瞬间就围上来一群人，以江汉宇为首的一行人堵在车前，嘴巴张张合合在说着什么。不用听，我也能猜到他们想说什么，无非就是想挖我。江汉宇扯着嗓门，大佬，你加入我建筑队，我给你配8个男模。其他人都用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盯着他，人怎么可以没有底线到这种程度？无名鄙夷地看着江汉宇，你做人怎么能这样？有没有良知？大佬，我给你配10个。众人一片沉默，为了拉拢大佬一点脸都不要了。江汉宇毫不退让，你放屁！现在整个基地的精细异能者都在加班加点的建造天幕，这可是关乎整个基地的安全问题。孟石婉肯定是加入我们建筑队。现在是收集物资的关键时刻，孟石婉的空间异能很珍贵，加入我们物资收集队才行。眼看着他们叽叽喳喳的又嚷嚷起来，我开口道：待遇随便开。众人瞬间安静下来，殷切地等着我开口。我要当基地长。我双臂环抱挑眉看向众人，众人齐刷刷地摇头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我抿唇，一副退而求其次的架势。那我要基地内的所有金盒。众人震惊地瞪大眼睛，张大嘴巴。这不可能啊，大佬！我摊手，你们这不行那不行啊，一点都没诚意，没得谈喽。江汉宇急眼，孟小姐，你上次说孟清月死了再考虑加入队伍，现在人已经死了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纠正道，我是说你们谁帮我杀掉孟清月和顾锦晨，我就加入谁的队伍，这2人是你们谁杀的？众人沉默，无名小声询问，
那你知道是谁杀了他们？我不知道，我耸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你放屁，人就是你杀的，你还我女儿命来！一道歇斯底里的暴喝从他们身后响起，众人回头去看，于婉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拿着一把手枪瞄准了我。孟汉远下车去拉他，可惜晚了一步。子弹应声射出，众人纷纷施展异能，特别是江汉宇是精细异能者，他可以帮孟诗婉挡一击。可惜现场没有速度异能者，依照子弹的速度，他们护住自己还行，想护我根本来不及的。叮当一声，只见我伸出的左手泛着金属的光泽，那枚子弹正被我握在手里。江汉宇松口气，敲敲自己的脑壳。他可是巴系5级异能者，怎么可能挡不住一颗子弹呢？众人刚松口气，就看到我手里也多出一把手枪。不可以！无名想要阻止，我已然扣动扳机，子弹飞射出去，正中于婉眉心。这次没有人能拦住这颗子弹。于婉瞪圆双眼，直挺挺地往后倒去。孟汉远上前接住他，人已经死透了。他扭头恶狠狠地瞪向我。早知道你这么恶毒，你刚出生时我就该掐死你。我杀意未退，手枪指向孟汉远。孟汉远一惊，心跳都漏掉半拍，他惨白着脸。你还要弑父？此刻他感觉自己身上的血液都是凉的。我敢光明正大的杀于婉，说不定真敢杀他。江汉宇他们看这情况，连忙压下我的手枪。刚才还能算是正当防卫，现在是真不能杀了。我收起手枪冷哼。首先，孟清月和顾锦晨不是我杀的。其次，你没看见是你的那个小三先举枪杀我的吗？最后，你不是说没我这个女儿吗？生死攸关时说什么弑父，怎么又称是我父亲了？这么怂包的吗？孟汉远被他说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。于婉是你妈，你这么对她，你还有人性吗？再说你是异能者，于婉根本杀不了你，你这么做就是恶毒，没有人性。孟清月的死亡现场只有你在，不是你杀了还能是谁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？我攥紧金属化的拳头，一个闪现来到孟汉远面前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砰砰砰的重击声响起，不过几拳，孟汉远就已经浑身肿得跟猪一样昏死过去。我收手冷眸看向人群，我打人了，怎么处置？众人目瞪口呆，治安部的负责人狠狠挠头。那你交点罚款吧。我随手丢给他几个纯金首饰，够吗？治安部负责人连忙接过。够了，大佬您慢走。江汉宇见我要走，仍不愿意放弃，其他几人见势也跟了上来。见状，我看向众人，淡淡道：“我不会加入任何部门的。我组织了异能者小队，陶雅荣、雷哲、安杰文，还有那个就回来的水系异能者，现在都是我小队的人。你们基地能容得下我最好，若是容不下，我们大不了去别的基地。总之不要来打扰我。”容得下，咱们就算不能做队友，做朋友还是可以的嘛。既然是朋友，那8个男模还算数吗？我轻咳一声，一本正经。算，马上给大佬安排。江汉宇脑子反应很快，能巴结上是他的荣幸。我摆了摆手，男模你自己留着吧，我用不着。说完就转身离开。我来到积分办事处，这么久也攒了不少金银财宝，看看能换多少积分。片刻后，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纸，上面写着积分总额共58万。我拿着证明到柜台上办理。工作人员在看到58万积分时明显震了一下，这种大额积分平时都见不到。工作人员再三确定无误后，将积分划进我的居住证里。办理好以后，我走向房车，刚准备开门，身后响起一声嘹亮的呼喊：“姐，是你啊！姐，咱们又见面了！姐，真巧啊！”